是的，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情况 ，A 组是北京 WBG、RCTE、AR、DFM，B 组是 Axis、GR、X Team、成都 GG、成都狼队。没错 ，C 组是 FL， 然后以及朱雀，然后第3名是 Omni， 然后第4名是 ACT， 第5名是 PR， 然后D 组的话是 MRC、Zeta、Before You， 还有 X， 还有 RT。对于每支队伍来说，其实现在的一个积分情况还是有点明朗了，对吧？是的，那看一下目前的晋级分析。 其实像 A 组这边是北京的 WBG 和 RC 已经是锁定小组前2，那就要看一下后面 AR 和 TE 的对阵，决定第3名的晋级名额。没错，然后19号这边的话也是有个 RC 对阵 WBG 的一个比赛嘛，去看一下第1名会归属于谁。是的，那 B 组这边的话，其实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Axis 是确定晋级，然后 Axis 和 GR 是要争夺小组第1。是的，就 B 组这边的话，就只有第1名是比较明朗的，但是其他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 很多争端在里面的啊，就到底是谁能获得这个我们晋级门票还不知道。是的，那看到 C 组目前的话也是由朱雀跟 FL 锁定了小组的前2，那以及后面的话也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组第1的名额，看看他们的一个争夺战。然后也看到19号的话 ，ACT 对阵 Omni 的话也会决定了前3的一个名额。是的，那在 D 组的话是 MRC 和 Zeta 锁定了小组的前2，那后面的话其实 Before You 和 LX 的比赛会决定他们第3晋级的名额归属。对的。 然后 MRC 和 Zeta 的话会决定第1名。对，就目前的话已经知道了，有些各个小组有一些队伍是已经无缘我们的这个淘汰赛了嘛。是但是也有一些小组，像 B 组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未知数，对吧？对，聊是可以的。对的，但也是这个问题吧，就是导致说现在医生版本强，就强在说我打你状态没用。 等于说外面一直有一个满状态可以去救人之类的去拉扯，所以说会导致很多控场型的监管可能看到医生的话，我会先 ban 掉又或者说拿医生了之后，我就不选择像艾维类似的角色了。是的，不过对于阿卡来说还是挺多的。没错。看一下他们局内的发挥吧，其实阵容上面来说，我觉得艾维还是有点机会的。对，有机会。虽然你医生克我，对吧？但是如果说我针对到你医生的话，你可能。 好，来看一下起追目标，也是往中网线去驱赶。这个位置的话，医生就往大旁回绕，因为其实开局追医生不太现实啊。你有闪现，哪怕说满侵蚀度，最多拿2刀，但是对于医生来说的话，你必须要3刀才能解决。是的，这里的话也是喷到一下。没错，那应该是要追击咒术师了，但这边的话也是卡一个高低差，不给陶片。 但同样，你上到2楼还是会给到侵蚀度啊。好在说只上了57的一个侵蚀度。 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对，然后这边回头看一下，防止反绕，前面的话能进一个长反。但这个地方得先交猴才能进，不然身位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够了。99的侵蚀度，我觉得要不找一个单板去把它卡掉会更好。看一下他找一个时机，因为闪现的话也就10几秒的时间。是的，其实飞轮的话也马上就要好了，看一下他这波的选择。阿卡这边好像不太想回头，但是还是给到一电，荡神过去。 闪现好了，但这里的话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回头去看啊。对，感觉巴黎这边是选择头都不回，我就直接挂着走直线。但我觉得要不把这个侵蚀度叠满会更好。要不偷看一眼，先消一下呢？是的，回头看了，因为拉进身距了再回头看就好。他也不着急，给到1刀，手上有飞轮。 那下一波的逃变生成的话，还可以利用这边的高低差去卡掉。不过前期的话，这个牵制节奏其实还是挺舒服的，而且现在有一波飞轮的机会。队友也可以爆点嘛。这边 Felix 的话有黑影的话，代表伊斯人在他那边。飞轮一拍闪现，然后再补雷神猴。现在身位的话还是比较充足的。对的，那被迫把伊森召回，前面的侵蚀度是有一个10，先喷到一口，落地下来。 前面还有一个单板的一个博弈，看一下手上还有一层猴，能进板，但并没有下板。这个位置本体的一组本相没中。是的，这里的话就看一下这个博板了。哦呦，停跪一下骗你砸板。那这样的话，你手上还有一层猴。是的，那这样子完完整整3台多的密码机，3台半以上了，而且闪现还交了。哎，真的手感回来太晚了。对，真的。这把情节6真的挺好的。 他这个咒术贤妻的牵制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牵制了，而且他是牵制到说队友那边修完还能跑个图，再修到40多的密码机，就全部都是最优解，你可以这么理解，对吧？然后包括还预判了一手闪现，看一下这边前锋过来救援，这波压力倒不是很大，因为前期其实瓦里牵制出来的空间我觉得是非常大了。是的。
这边的话也在博弈，阿卡这边直接想打一手针对，手上没有飞轮，单板的博弈又续没下板，但还是要吃刀。是的，因为侵蚀度这边是满了。我感觉前锋是可以拖个伊斯人回来的，因为伊斯人这个时候是管外面的一个密码机，然后等他招回来，哎，这个时候就可以走了。还是选择去撞一下，而且还撞了。这一手太敢打了。是的，密码机的话其实差的并不是很多。不是 DFM 这个时候突然间把自己该打的、想打的都打出来了。是，其实可能是预选赛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来了小组赛之后，前几场确实可能失误跟状态没起来。没错，这边的话也是喷到一下，所以说不选择撞了。但好在外面的陶片刚刚是技术过嘛，然后医生暂时也是不会吃到技术的。但是前期的话，因为是牵制太久了，所以现在场上密码机只差最后的30%。嗯，对的，传过去，这里只能去外面找一下了。先把陶片拆一下。而且外面的话，因为破译的是个医生，所以现在就算把医生的状态打掉，对于他来说无所谓。没关系，对。来看一下。这边的话也是2个人过来保啊，尽可能想把宙斯给保活。哎，把人救下，这边落地是有侵蚀度的，喷一下没喷满，3层火在手上。是的，现在密码机的话已经在动了，就差一点点，而且咒术这边是有回光返照的。闪现也好了，这边还能再预判个闪现吗？万里没有预判到，但是可是密码机差不多了，时间能极限压好。手上还有猿猴咒像，对的。那这样子门口逃变该技术过，所以说不好去管，而且伊斯人没有调回来，所以阿卡这边赶紧是先把伊斯人调到篝火门去。对的，但医生这边是贴的这个最近的一个门嘛，所以说点门时间很快。但好在这一局是带了幽闭恐惧的，所以说门的进度并不多。但是现在手上没人，而且他闪现其实是已经交过了，对。所以现在冷却这么久的话，其实对于开门战来说是很难受的。对的，那喷板直接给到一刀，这波2阶是给到一点机会的，医生。是的，前锋那边是选择拉球去点门。没错。但现在再把伊斯尔调过去的话，其实前锋那个门是能开的。对的，能看到宙斯这边也是主动站出来扛压，手上有3层猴，你没有闪现，其实很难去拿到宙斯刀。但同样也能去隔断到求生方的一个救人路线、是的，而且过来的话，其实也是看到了阿派想要过来救人。没错，但现在还足够有时间去解决。看下这边这个板间博弈问题，又博弈成功了。然后把伊斯人紧急调回去。是的，调回去了之后，看一下这波处理咒术，因为咒术那边也还有飞轮。对的，偏手传，然后这边感觉是要往回赶了。看到阿派这边其实差不多了之后，他就想过来先管一下阿派了。对。然后对于阿卡来说的话，手上在等这手2阶落地，侵蚀度60，喷到就有。看一下，一直本相能躲掉吗？强风吹到了，上楼的位置。但这个身位的话，其实能荡绳。对，另外一边有人去救吗？看一下这个时候有没有抓这个时间差呢？感觉距离不太够，应该是不太救了。对，那很可惜，还是并没有完成这个3跑。是因为这把的话，其实是4人开门战，而且前期的节奏非常的好。对，又是开门战的时候又没有闪现，其实感觉还是挺有机会去改变的角色的话，可能在一些对局上面会发挥不错的效果，对吧？但是杂物上的2阶跟1阶它区别不是很大嘛。对。就择在了左手的一个点位。那这个点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对的，反正就先追着人赶嘛，然后看一下谁给机会就抓谁。那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绿河方向。看一下上来的话，马苏卡是选择先把中间的人赶一下，然后再拐到河道那边去。对，看一下这边，因为绿河的方向对于杂物上来说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但这里好像要找搜把，看一下位置能排到吗？但这里的话是卡不住的，因为刚刚李远是已经看到了魔术师。对，但是板后其实并没人，还是找到，但贴脸非常快，搜把这边魔术棒要交了。其实感觉刚刚是有一个平地去拿1刀的机会的。对的，对的，对的。如果说他能打得更稳健，不过这里勾到的话是1炸加1刀，魔术棒也是在 CD。对，感觉这一把开局想去藏这一波有点晚了一些。这边再把藤蔓交出来，但是没有缠到。但索把的身位其实交了魔术棒之后是有回绕的一个方向。是的，这样的话其实感觉这里有点撑不住了。拉不开啊，感觉要10刀了，看一下。
那这样子开局的1分钟，杂货商击倒。对，加起来的话是只有1台密码机，那你挂上之后 ，City 还在脸上，可以再去逼迫一下救人位，让他提前过来。这种节奏的话，其实对球方来说并不乐观。对，再开个门过去逼迫一下。对的，那马祖卡这边的话，只要把这波手椅打好，尽可能多打状态，其实这局是有机会争胜的。看一下，想去蒙一下大副的位置 ，CT 这边也不给机会，给到一刀把人救下。这样子的话，可以说把这个反弹拉开一个点位啊，进到中场的一个无敌板。但因为他其实有藤蔓，然后再加上前期技能没有吃，没错，这边脚身位也会印是切得很近，被注视混了一下。不过也还行。对的，因为对于他来说还是能接受的。一心跟过来，小猴给这边碎石砸到咒术，但咒术下板没有挡到，但这里还是打躲到了不了魔术师。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波陪跑上面来说效果并没有说特别好。没错我们看一下这波倒地的 OB 了。其实压力还挺大的。对，这里有个隔墙 OB 的机会，直接轰下来了。但是还是能缠住。啊，不太担心，因为你后面的猴攒的是比较慢的嘛。而且大房也还有个地下室，感觉这里的话，不管说你挂外面还是挂地下室，都有很大空间。因为咒术跟大副其实都是已经掉过状态了。对对对。自己把对于球员方来说，机会很大。对。就对于监管者来说，机会很大。对监管者他们机会很大，就感觉是能去争胜。但这一波会去救吗？应该是要来了。哦，应该不救了。感觉他卡的位置也会比较远一点。我觉得这一波对于 RC 来说，他们有个很好的点是什么？就咒术师把这边的移形给逼掉了。那这样子导致说马祖卡这边要去续节奏的话，他是必须平地出去找人。是的，但是因为大副那边这一波救人又绕过一次状态。对的，碎石并没有给到。看过来这边要去找一下残状态的 UMP， 脸上位置贴得很快啊，并没有提前拉点。这里想要去逼一下他的走位。对。不过 UMP 这边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所以并没有说拉近身位。是的。然后再去跟你绕一个高低差。没错，哎，但这边开门下来是找 CT， 看到 CT 的位置了，手上2个藤蔓，感觉 CT 有点难躲。藤蔓交出来。哎，但自己卡了一下，但道具也是成功逼掉。我感觉对于马祖卡来说完全不亏啊。是的，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是的，1追2的一个节奏，完全干扰你们马奇没办法进行破译。藤蔓交出来，这边空地能扭掉吗？扭不掉。这是一炸，给一刀直接倒地。续节奏上面还是续的比较快的，而且已知你刚刚脸上是有一个大副在。外围那个在破译的是幻灯师，那这样的话，你每一个人的位置都已经明了了。对，但好在这一波是有一个化险为夷，还可以让UMP这边可以拉走这个遗产，啊，并没有给到一个很大的节奏点吧。但密码节进度实在太少了，就必须说你下一周是一定要撑出时间，而这个时候马祖卡是有一个移形在手上的，甚至说还有底牌。不过这波的话，其实幻灯师无伤救了，有点赚了。来得很早，对，大吼一交拉开点位，但这边是开了，哎，没有挡掉，就看这个飞轮啦。那化险为夷带走先。想先管一下密码机。从外交出来，但是没有预判到位置。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波是可以去把密码机给封一下，对，然后再回去找那个咒术就好。对对，不需要去深追，复苦的。这边如果找他的话，反而是说，给到外面自己以及拖时间的节奏啊。现在还不回头找吗？应该找不到了，要回头也找不到了。来看一下手上有飞轮，想碎石一刀，但是没有给到。但这样的话，你其实放走了一个2挂的咒术，而且还是带密码机不够。其实你那波可以把它牵回来遗产的附近，他就一直去锁这个密码机，这把不就有多抓面了吗？没错。这样打的话，反而是稍微给了一点运营的空间。感觉是有点难受啊。那现在看一下这边道具也交完了，还有个碎石又没有啊？炸到了啊，可以。但另外一边也交出了自己，而且大副在脸上，大副这边是摸了一手香水啊。看一下密码机在抖动，直接选择传送落地，手上是没有猴的，也没有飞轮，能撑住吗 ？UMP 这波很关键，创弹交出来，
但手上的话，其实道具也还没续上。对的，2个碎石不躲了，斩出一层小猴。但这个窄通道碎石一压迫，不是倒了吗？要。那边的话，其实幻灯师也还没能起来，但是因为那边咒术撑不住了，所以大副只能先过来。咒师这里甚至没有自起，而且是一个2挂，然后求生方这边2个半状态，感觉这一局已经无限的倾向于一个4抓的局面了。是的，这其实幻灯师跟咒术他都没有一手回光返照。对的。那看一下这边拦截这波手椅，但传送的话，开门战有概率拖不好。密码机70多的一个状态，找到福库的位置了，但密码机还在晃动。看一下马祖卡的一个选择，怎么去打这波手椅？把福库调过来，福库手上是有飞轮的。反正现在的话是先找密码机就行。对的，只要保证他的密码机不开，一切都好说。对。藤蔓交出，找一下福库这边。反正拖传送嘛，现在就10几秒的时间传送了。然后换的是City 那边其实已经在修了。对。就没关系，可以给你修开。换的是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并且没有自起了。如果说只要成功击倒的话，但是他直接选择传送，在这个节点交传送，开门失误了。这里想开门的，那藤蔓交出来，手上有忘忧之枪的，看怎么说。给了一个幻灯片，那这样子给到一刀直接击倒。但是你是有点难赶过去了，这把应该是能跑一个的。把人往那边牵，手上还有个藤蔓。要挂的话门应该是能开了，要挂应该是能开了。藤蔓赶不上这个距离，再吸个藤蔓。看一下，勾到了。他刚刚那这样的话还能4抓。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马兹卡完成了一个4抓。对的，这一手都很难牵制。木偶师将魔术棒。魔术师将魔术棒的话，他是没办法去离开这个上电范围的。对，所以一定还是会被上到电去定住啊之类的一些情况。是。然后古董上你也知道近身博弈嘛，但是对于影视来大副往中场赶的话，全部都得跑图，这3个都牵制不动。感觉每个人可能开局都是先跑为敬了，没有谁是能直接站出来说。好，来看一下启追这边也是往 Felix 的。木偶师走是的，不过 Felix 的话，这把是带的一个膝跳反射，对，所以前期这里拐过去之后，可以再利用一下。非常不好追，但膝跳反射的木偶师的话，其实这个版本还是有一定的牵制空间在的，而且它有可以失去抵挡掉你影视上的电击。是的，这边月城先躲了一个电，而且阿卡这边是没有选择去连电的啊，连了，现在连了。这里还是得先踩板。对。看下这个电是不能再空了。那前面的话架住单板的一个位置，压迫一下走位吧，我觉得。关电了，那就是准备让木偶师一个人去打。但我觉得你关电反而是木偶师想看到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它自带电击的话，我还可以用失去你的再临，而且这个位置再临是没再临到。而且身位上面有点远啊，现在。对。还是得再交了。看一下，再变一波，失去没有失去到，那选择不翻窗回来这边单板博弈。我觉得翻窗其实可以把自己的窗城交出来，挺好的。其实我感觉他是可能觉得你放的那个位置的问题吧，但是他其实放了我得歪。那现在就一直被压迫这个路易的变身了。而且这样的话，你可能吃不出来移形了。刚刚如果说你翻出去的话，是能直接吃到这个移形的。哦，觉得翻窗还是更好一些啊。那这样子倒地，外面马七是一个将近3台，我觉得对于影视局来说也能接受。但这里的话，其实也还有个地下室，看一下阿卡这波要不要选挂地下室？应该是要挂地下室了。我觉得影视的地下室其实还是有一定手艺的空间的。有说法，有说法。攻击到的是阿柏的魔术师。好，把这个密码机都连一下。那现在就看一下这个楼梯怎么去守了，因为现在3个人都有电啊，身上都带电了。如果但是看起来的话，好像没有人想管一下飞哥。对，好像不太想救了。这个地下室
不太好救。都离得比较远一点。感觉 DFM 的话，其实他们整个风格也有点偏向于这个节奏。啊，因为我现在有大分在啊，主要是我已经拿下了一个7比2的比分了。这一局如果说我让木偶师淘汰之后，我3个人去拉扯最后的一台马机，我觉得是挺舒服的节奏来的。啊，因为连电的原因，传输的话，其实那台多的遗产反而会给传开。来看一下，知道你不来救了，选择移形出去找。这边是阿派的魔术师，手上是有飞轮的，飞轮顶掉，再来一个再临，看一下没有给到，但奇迹也交了，所以说没办法拿第一刀了。是的，将魔术棒补了一个身位，能够进到翻窗再下板。对的，压迫住走位，这边隔窗能给电，所以定住是稳定有一刀的蓄力。哎，但是一个魔术棒极限交出来了。这也能交到魔术棒吗？这个其实还挺极限的。对的。而且他交完魔术棒之后，是很快的选择了一手反走。那其实现在场上的密码机总体来说还是挺多的。主要是你开不了2阶，你很难受啊。对你没有拿到魔术师的这一刀，而且魔术师其实会是比较有机会去拿节奏的了。对的。那现在过来找大副。又空电，你没有2阶，现在你的电很珍贵啊，阿卡。看一下这波蓄力。没给到刀，开不起2阶，感觉阿卡这里非常难受，手上移形也没了，再临也没了，换不了节奏了，有点。这里还是空到电了。这里终于是冲到了一下，但是问题是已经把密码机的节奏拖了很多了。拖够了，现在有点。再落地下来，但队友没有切电，想让自己去扛刀吃刀。因为切刀也不会倒地。其实剩下的2台密码机已经是就差一点点了，10%几，而且你过去管瓦里人才能开啊。那现在90多的外面那台马上也要开了，感觉这一波能直接开了。看一下擦完刀，因为连着电的话会慢一点，手上还有个表，哎，有车来了。哎呦，回头吓我一个紧急回头，吓我一跳。那怀表一交，其实也不好追大副，而且大副这边还有地窖，看一下第2段表能不能偷袭到。哎呀，没偷袭到，那这样子应该是要倒地了。啊，两边门都在点，进度都是50多的一个状态，把人先挂上，手上还有移形，看这里能不能说再去管一下。他们都有人吃一刀。移形过来有点歪啊，但是移形的位置有点太歪了吧？那把人定住，但是另外一边古董商能帮忙扛刀。大概率是一个平局了，没错，移形回来。哇，感觉 DFM 今天的求生者状态真的太好了。是，也是可以去干扰一下密码机。对，因为蜡像师的话，其实也是在永门阵里面发挥空间会比较大。对，然后并且在2阶之后，野人他的一个威胁就没有那么的大了。然后包括开局的时候，对于木偶士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说选这个点的话，其实路过中场也是可以先去封一下密码机的。对，这样迫使你们可以修得没那么快。蜡像师主要是他可以边追边。来看一下这边起追的目标。这的话，和求生者是带了2个化形为1。对的，还是要去找说把，而且这个位置是并行走的，所以说点位并没有拉开。走1楼的位置，这边也能上到蜡。独栋的点位对于蜡像师来说还是有一些地形的限制的。香水歪了，这绝对是歪了。你这拿香水去跳2楼香吗？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对，而且前期的话，就算跳了，现在已经是选择挑一个位移箱。没办法，他只能这么打。那我等你香水过的话，其实这里大空地还是能上到比较多的蜡的，而且如果说你选下板的话，可能蜡要满了。没错，前面定住1刀有了，给到1刀，现在只能被迫去转。但是硬转的话补了一个移形，这边再上蜡，感觉是要撑不住啊，这个位置。68，对的，还差一点点。如果下板的话就要满了。给到1刀，有个飞轮的说法，但是还没好，对，飞不出来的。那把人挂上，就是幸运人他比较不稳定的点，他歪道具了就。还有个地下室，哇，亚米直接选择挂地下室。你看吧，我说这把带张狂吧。
有可能不救了。能看到飞行加士网这边稍微赶了一下，但是好像又折返回去了。是的，冲击到的是莫师。然后现在一看，你2台都还在斗。但这里远程应该是看到 Yunpi 了，对的，抓到了一个想换密码机的 Yunpi。没错，但是移形交过，所以说亚米也不敢出去太深。对，但这里的话其实还能出去一下，因为你左边2台机都在抖，外面那个是 Yunpi 起的心机，你还可以再往外压一下，所以你被迫是有人一定要去撒手才行。也是防一下绕点，发现 Yunpi 还是没有过来，耳鸣也没响起，中场密码机没动了，所以说往回守了一下。是的，但这里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发现 City 的位置。 应该不太行 ，City 没露头。对。但是亚米看到 Yunpi 那边在晃，所以过来找一下 City。那这样子的话，还没淘汰就已经起追击节奏。对，那边已经是来不及救援的状态。对的，然后密码机现在也才3台。看一下，想找 Yunpi， 然后 Yunpi 提前拉点，大家跑得非常快，我觉得这一波拉扯还是很好。 并不会给到第一时间上蜡的一个身位，但是这里的话是稍微绕一点点，往回走了一下，因为他等了半天，你还没过来，以为你从另一边来了。是的，有道具，所以说也不担心。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下一波移形又好了。对，这边上蜡能叠住，感觉有隔霜刀，给一刀。但还是比较快的，密码机还差1台半。没错。 而且甲门这台其实是37的这台，对吧？冲锋先封住，那外围密码机要兴起了，保镖一交，看这里要不要交移形？但是这波那边是防了一下，对，防了一下，往回喷了一下的。但这里要博弈很难，砸板砸到，但同样49的蜡，其实亚米也不亏。是，主要是有点飞轮骗出来，再给一刀。 因为在3板的话，前面的板子已经被幸运儿那边用过了。对，而且这个位置还能挂到遗产，就挂野人那个密码机，而且还能用灵蜡去封密码机。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挂中场封2台。我觉得他可以挂那个3板那张狂欢之翼，然后封左右都能封。那现在的话，我把独栋给放出来了，主要这一波是没2阶，你说我带张狂好不好？就还在想你那个张狂，因为张狂确实。 我觉得是很能打的，看一下这边要过来救人了，野人压力还好，给到一刀，然后上书保证不双倒。对的话，然后亚米选择直接换追，沿用他一贯的打法，2阶一开。但是你开了2阶之后，其实还是能够烫到的。对的，那尽可能也要带走这个遗产，然后亚米想把它定住，但这台机带不走吧？ 对，得赶紧再起1台新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情况的话，就是他有这个2阶手椅上面会给到前方很大压力。对的，往回挂。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位置还能去锁到 S 版的密码机。是的，现在的话，其实2台都在起，但是这2台的进度其实都不会特别多，而且都能进行一个远程的封密码机。看亚米的这个抛点位对不对？ 那边好像没有封住，这边拦截一下莫武师，手上有2阶，莫武师的救援如果变得早的话，其实会有很大风险。变得时机很讲究，这边开火啦，还能再变一次。是的，但是这里其实还是能够上到的话就还好，还好能救下来。那这样的话，其实得远程先封一下 Yunpi S 版的那台密码机。对的。 然后找 City 的话，其实有点难，我觉得可以骗一下位置啊。这时候去封住，没封到。亚米这台机已经封歪2次了。哦，对的，那这没封住，其实有点伤。不过找 Yunpi 的话，其实 Yunpi 他手上是没带回光返照的，对的，有一个飞行器。在干嘛？这个点不是特别好封，其实。对，有一点点不好封。感觉这个高度有点难以把握啊。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有飞轮的 Yunpi 飞轮，但是同样的是在97的时候骗掉了。那火来一开，想走，抓住你回来的位置，再烫倒。而且 Yunpi 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现在的局势特别难受。是的，那边的话是刚刚把 City 的状态给他调起来了。对的，但没用，这一波把人挂上，其实我是可以去打一手拦截，而且专有移形。看 City 来的位置到中场，能排到这个位置吗？ 你要是看得到小印，知道了。对的，偏手，想绕一个大圈，但来不及绕了，这边过来。而且密码机现在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够。绕双旗的位置吗？
绕这里的话可能不好救。直接开热啦，这边不好救，烫一下给一刀，有点但是没关系，给身位还是机会了要看一下，救人直接救下来了。救下来，这波狭路相逢勇者胜。还补了一个砸板，那这样的话，其实密码机要够了。对的。直接起，但是没关系，野人这边也是一个上过挂的。是的，手上的话其实也还有技能。对，感觉定住，给一刀。看一下现在门的话再点，但是把人挂上，电车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但是挂上的话，挂上飞行家的距离能开，飞行家的距离好像不够，看一下过来，挤出去，挤出去。平局拿下，哇，压米比较不错的身位才行。他们应该得会多带一些膝跳反射吧。看一下，这样的话，其实木屋也是他比较愿意去追的火灾。火灾我感觉牵制帮上面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往往说你身位上面拖开的它是有限的。来看一下，这边是直接往回6，往回6吗？往回6其实对于邦邦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可是对于求生者来说压力不是更大吗？其实也有个好消息，为什么？就是你打邦邦，它跟跛脚有点像，它要攒雷的。你开局贴脸是没关系的，因为你还是要积攒你的这个遥控雷的一个时间才行。是的，但是你前面如果身位没拉开，你后面只会更难拉开。因为它往大门走会影响密码机，然后往中场走也会影响密码机。是的，不过阿排这里的话是防雷手，所以先把雷给他躲掉了。那这样子绕回来，再用气囊堵住，但其实没有完全堵到。但外围还能再绕一圈，给个5秒雷，压迫一下位置。看一下这边把气囊交出来，再弹走。这波牵制阿排牵制很好。是的。他其实这个木屋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对的，再丢雷锋走位，手上飞轮是好的。看一下，并没有选择交飞轮，再回去气囊的附近，循环起来了。那看手上移形怎么去选择交了，先确定位置吧，先确定位置再选择交。现在的话，其实气囊是已经交过了，不过。封窗，手上是有飞轮，但前面窗封住，这边是可以吃一个连雷，飞轮躲掉连雷，刀也没吃到。那这样的话就牵制的有点太久了。对的，反弹再交出来，这边没有张光，所以说开不了一阶，没有遥控雷，只能丢2秒雷。前面的封窗没结束，但是还是炸倒，那够了，不救了。对，就不救了。这个节奏的话，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压满。因为你这个节奏，飞行家跟弓箭手可以修第4、第5台，然后让佣兵把自己的那台摊开之后，再过来压满，看看你走不走。你不走的话，我就不救；你走的话，我就救。我就一个护腕过来，可以稍微压得近一点点，不用特别远。这一局，阿排这边的一个牵制思路非常好啊。就他如果开局这样的往回走的情况下，你邦邦本身连雷不多，是吧？你还是要去攒自己的一个雷的一个数量才行。是的。然后看一下佣兵。压的位置好远啊，压中场。我感觉他这个位置应该是完全不会想要去，哪怕你走出来，我也不会去救的那种了。对。那这样子淘汰之后再选择去找一下弓箭手。感觉 DFM 的话，今天是对于比分上面的运营，我觉得是有进步的。对。就想得更加的清楚了。捏雷骗一下身位，但是很难骗到封窗，然后给一箭。这边是 Sledge 应该会触发，哇，这雷全躲掉了，遥控中了一下，眩晕，这边距离又拉开，捏雷反走，外面的话佣兵已经是多起了一台了。对的，但这个Sledge上30，可能前面是不太好，还行，补了一个后射弩。这里还躲了那个雷。对的，2连雷没中，走位非常好。要问你这边能躲掉吗？躲不掉了。但其实密码机现在是已经差不多够了。对，要救一波，就卡过来就好了。对的，飞行家这边也是交背包去赶密码机。而且佣兵那边，因为你前期那波是选择卖掉嘛，所以现在手上3个护腕，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距离。我觉得要不也卖了吧，真的，就是我压过来，然后你那边修，你只要修开，我2个人压2个门，对吧？
你风霜暴露了，是不是？那开门战如果说你是有挽留的情况下，你就是移形。对，我点了个门你管不了。但是我救一波不香吗？反正我有化险为夷，而且佣兵有回光返照。如果说我现在救一波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能够有这个身位的话，就如果说你密码机够了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可以救的。那如果说不救，怎么说？不救的话就不太需要冒这个风险。救还是不救呢？我觉得不救，因为救了震慑，你现在机子不够。对你如果说机子不够的话就算了。对你吃不起这个震慑。如果说现在交移形，其实我这边可以修沙包里面，而且你背景家是有背包的，还能6。对，所以说我觉得他不救是最好的。所以你得就是你决定这个救不救得哦，移形还交了，直接动电，飞轮躲掉，手上还有背包，别往小门呸，哎对，去大门，对，那这样子你就没办法撕了呀。因为其实你救不救，我觉得还是要看密码机够不够。但这样的话，其实他撑的时间是撑不太够的。是的，那把飞行家击倒，另外一边佣兵也是快把门点开了。反正就是跑一个嘛，就还真被说中了。我说2人开门战跑一个，对，就差不多。对，这也是邦邦的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了，说实话。而且你是把这个移形交了吗？不然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贴到小树林的这个身位。是的，这没办法。也可以，艾维肯定是可以的，而且能找冒险家，这种你牵制艾维上面，我觉得是有点压力的。是的，因为他都没有一。你现在做梦，真的没想到。对，确实。来看一下起追目标，我觉得还是找冒险家，就看冒险家能不能躲住了。然后也是球员方这边选择了一个4边形，然后。好，来看一下起追的目标也是往中央去赶一赶，但是大凡人跑得非常快啊，怨痞也是往回去修，顶住压力，要去找冒险家这个视角。其实感觉已经是排得还挺近的了。但是掉头了。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这把其实是留1局嘛。所以他其实前期有非常多的可以去处理的机会。对的，但 UMP 这边也是一手，哦呦，打断了翻窗，但还好这个翻窗加速还在。对。前面毕竟还有另一个窗户可以先卡着嘛。对的，然后新石队也上到60，我觉得也是个比较。板子的话也是拍过了，这里再用一个板弹。然后技术一下沙包的密码机，距离拉得好开。而且邮差的拿点能力很强啊，所以说你前面的话还是得专心去追击一下才行。这时候他带了一手天赋是双弹飞轮，这边距离拉得越来越开了，感觉有点跟不上。是的，这里可以再去顺路干扰一下中场 City。对。这边一手反绕，开始要博弈闪现。邮差这边的话，本体的一组门下是躲掉了。搜把是已经挖到第一个门，在这里。那这样的话，其实前面有一个闪开的机会。对的，看要不要博弈呢？闪开，下板抓紧僵持。而且侵蚀度很多，看一下这个飞轮，哎，这个飞轮是没有顶掉的，但是好在说远程去顶的，躲掉一刀，板弹出来。但是侵蚀度也是上到了50，所以说这一波还是有点难度啊。但是原皮太细节了，捏着自己的巡视犬，然后这样子的话不会掉到地下室。但距离拉紧之后，还是被迫要转窗户，还是一刀直接打倒。但现在的话，其实可以把它挂到地下室去，反正这把我是留1局嘛。对，已经很细节了。而且过来还找到了这个冒险家。那已经提前发现，把陶片拆掉，下来第一时间救人，看一下，先挖一会不着急。然后再进去救，但是2级也开起来了。我觉得打谁都行，有2阶了。上去打个落地刀吧。哦，还打到邮差针对，但是然后这样现在还得再双倒。但是没办法，这一局目标是要去4跑啊，所以说节奏完全不行。但现在这个节奏有点不太像4跑，像要被4抓。所以感觉可能还是前期的节奏有点太差了，比较差。甚至说你这波挂完 UMP 之后，你那边冒险家也还在木屋的地下室附近，感觉也很危险。虽然你带出了地下室，但是你队友要过去了。但是应该这一波还是不会去挂冒险家吧？还是因为你挂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的没有人可以去保，就你选阵容上面没有去选一个 OB 位。要挂冒险家，但是外面有化险为夷。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你相当于是冒险家的那边多刷了一次挂嘛，我也不太担心找不到庸皮。对的。那2阶58侵蚀度落地下来，这边只要不回头，其实很难上满侵蚀度。看一下这波要不要捏红光反绕一下，绕到一点，绕的还是蛮多的。对的，走位躲，然后预判狗咬一下减速，这边58还是没办法上满。不过因为闪现其实交的比较早，现在闪现快好了，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补个闪。我觉得没必要挂冒险家刚刚，但是强风过来帮忙推进了身位，什么？啊？这是？但这里的话，扛刀的话，陶片这里覆盖不就？主要是那波其实，那你怎么？那你可能自己也挺危险的，而且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于没有选 OB 位吧。你只有气象过来帮的话，其实不足以能够把这个邮差给他保下来。现在的话，冒险家手上是有100的输液的，而且他已经交过自己的绝处逢生了。给一刀，然后这边有闪现，那。反正淘汰一个就够了吧，对于他来说就可以了，就是现在就可以放开去打。找一下复库，现在状态都很差，然后道具消耗的也挺多的。永明这边护腕没交过，但是夏雪给他交了个强风。看一下技术下来落地，但是没2接，手上闪现，看一下这边要不要接闪现。想回头看。因为要把这闪现躲掉，手上身体封了，也没有躲掉。且身上的话，其实侵蚀度还是挺多的。对，那这样子只要把这个一组没上喷到就行，喷满了给一刀。但是密码机已经有冒险家密码液通电了，再留一个，其实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的。要去争吗？要去争多抓，好像还是想要去争一个。平局以上的节奏，但现在闪现交了，我觉得有点困难。看一下啊，但是还是能先控。对，先控。这样在找小门的人，但大门那边进度其实抢的有点多，抢的很多了，差不多结束的话就往外走。而且小门那边因为是 City 的佣兵，所以你其实有点不太好管他。对的。满状态3个护腕。这边的话，3护腕先把护腕交了。如果你要逼道具，其实小门也能点，因为小门的进度其实也抢到了50多的。看这里啊，医生招回来，那打算只留佣兵吗？但是只留佣兵感觉更难留吧，就是佣兵他不太好留。是的，护腕直接弹出去，但是侵蚀度还是上到了50，再传过去大门，但大门已经点开，佣兵的位置中场就有地窖，一个护腕弹过去，地窖。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3跑拿下。那也是恭喜 DFM 对 DFM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完成这个比分就行了嘛。而且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选手，即使拿古董伤，可能大家觉得古董伤，可能你要打棍、打止戈的过程中会被割具给打断，不被那个艾维打断。但是也有特别出色的选手，他会趁你交互的时候打连棍。没错，艾维这边也是选到了玉米地。封住大船密码机，可能前期选择一下魔术师跟古董商里面择一个可以比较好追击的。是，看一下他会追哪个吧。我觉得魔术师可以考虑追一下，毕竟在，所以先把医生拉出来。如果要去小船的话，那是不是附身完然后拉回来再追魔术呢？还是要直接追？看他本体的一个走向，其实也是要有意往魔术师那边靠的。对，应该会考虑把魔术当，不对，直接过去了。是的，那这一波医生的吼也吼到了，但星月身上是59的侵蚀值，没有到60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侵蚀度。没错，就看下一波吧。下一波医生再拉回来的那波吼就很关键了。对的。
其实现在星焰就是依靠地形自己双弹飞轮多去不回头牵制吧。如果14人回来再吼到一下99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交互的时候去打止戈抵消控制了。没错，但是 T 类这边还是比较执着于对外面的密码机进行一个干扰啊，导致星焰的牵制没有太大的压力，一直用钻石拉直线就行了。没错，这里还吼了一下，哎，他把一神吼用在外面了。那一会儿古董上的第2波技术就。可能14人的吼还得等一会儿。那他这个节奏应该是打算闪开，然后再拉回来附身。星焰这里是有闪现的，看一下有没有预判的可能。走空地，没错，这里一直在回头，他回头盯到了99，那这一波刚好抵消了这一波侵蚀值，对，还可以让你闪现也没法交出来，止戈还有2秒钟，看一下。闪现，哎呦，弹射，钻石拉开距离，是的，而且还闪现没开到，很危险了。闪现都空掉的话，你这一波落地一神吼还不一定能够喷到啊。看一下有飞轮在手，有一刀，然后本体再补一下。是的，那其实已经很可以了。星焰的这波牵制，密码机马上接近3台，关键是你没有附身、没有闪现的情况下，我觉得星焰保底还能再牵制个30秒。是的，这个弹射一直在拉开身距，T 类的话只能被牵着鼻子走。对的，现在这一波是往大门方向，那会给到11一个顺便的附身陶片。T 类用来赶路了这一波，但其实。星焰反走的话，它没有太大影响，又可以回到双11去进行一个牵制。对啊，队友有爆点，而且你这个落地后摇还是比较大的。是，回头的话窗弹又好了，感觉又可以转到双11去。然后手上也仍然捏着一个飞轮，这波附身直接交飞轮。而且飞轮出圈的话，侵蚀度才55。是的，没有到一个60以上的14人吼一下回来的危险值。看一下这个窗户，星焰是骗了一手。手上的机关消没剩多少了。这里还有比较长的板区，2连吼。是的，一个抽刀收到，但是密码机已经非常的多了，第4台已经达到了70%，而且外面的人全是满状态啊，他不是救完人到达了这个密码机进度，你现在根本不会传出去干扰。稍微干扰一下木屋这台，但木屋这台其实是比较多的密码机，没错，只要化险为夷能触发出来带走遗产的话，那这台还是能够修亮的。是的。然后再给一生这边第5台稍微干扰一下。这把唯一的点就是在于星焰他在开门战没有回光返照，能不能去多拖一会儿时间？对的，我相信穷者这边应该也会把第2个化险为用在这个开门战上。是，星焰这里还是选择留一下道具，没错，倒离遗产。后面的话看能不能把飞轮拖出来，还是有机会开门战的时候防止对方压起身的。是的，现在 T 类不光要挂人，也一定要干扰住海边这台遗产。没错，但是海边是一个木偶师啊，他是能吃4刀的这么一个存在啊，对吧？你传过去一个2阶，我大不了给你1刀的呀。而且他现在状态比较好，也不太需要他救人的情况下，他是可以交路易修机了，用诗句来卡侵蚀度。是的。这边提前吼了一下70的一个侵蚀值，那你就算过去他也无所谓，你不可能把一生给留在遗产上的。对，那这边2阶的侵蚀传送已经用过了。是的，这一波落地的话，可能得找机会闪现把星焰给打倒挂飞。星焰这个时候其实就他一个人危险吧，他其实可以找一个柜子之类的地方。没错。这里直接过来想闪现去开门战前提前减员，星焰这里直接闪现拿刀，这边化险为夷的时间也到了，还是可以在开门战之前挂飞的。对，实在是比较没什么操作空间，大空地的话很难去预判这个闪现。对，但其实当时救下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说跑到像小船那个位置去卡一个陶片，或者说去像你说的找个柜子，对吧？确实，不过 T 类他也没给太多机会嘛，就是可能说拖几秒化险为夷时间，他就立刻来找这个古董商了。星焰并没有时间去找到那些安全点。这里求生者是2个门都在点啊，对于 T 类来讲，他现在手上是没有闪现的，所以这个开门战他并不能够快速的把求生者给处理掉。而这局因为古董商牵制太久，所以说根本没有给到他控场的一个时间，是道具是没怎么消耗的，所以求生者这里自保能力都很强，很有可能这一把因为你没有闪现，开门战2阶落地又不一定能击倒人，导致你挽留拖过以后去打一个3跑。所以说 T 类的话一定要找一波2阶的机会去找一个人针对一下了。主要是大副手上有一块表啊，看一下这边要不要利用这块表来开门呢？不过一生已经拉走了。所以大副在小门也是一直在给压力，他们现在不着急啊 ，ACT 就只要把这个挽留时间拖过去就行了。
对的。再一个技术，还是把门守住先过去小门。他是没有消耗掉自己的这个2阶。对，侵蚀传送留了一下，如果还有人感觉大门给压力的话，其实这一波侵蚀传送就有机会击倒。但是求生者知道你没挽留，而大夫这里也不会被你平地击倒的情况下，知道你没闪现不点门啊，知道你没闪现，而且如果说你想拖出闪现的话，你的挽留会更早的结束。是，就把你挽留拖完就行了。现在医生这个位置交一个路易吗？没有交，没到60还是比较自信的。他走直线出的圈啊，现在57的侵蚀值被吼到了也无所谓。哎，这里求稳可以交一下，是先想用4具去顶一刀，给了一个震慑。那这样的话，开门战前击倒，但木偶师的话，其实他这波震慑也是能够帮助队友把门给拖开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一会儿挽留拖过去了，你要是敢挂大门，对吧？我是有可能救下来，用路易顶1次伤害，然后去走门的。所以 T-Lay 这里也不敢挂在大门附近啊，选择挂到了角落方向，挂远。那求生者还是有想法吗？想过来看一下要操作吗？其实比较可惜的是，医生被抓了。如果是别人的话，那医生来救一波人，套个化险为夷，机会会更高一点。对，魔术师跟大副都救过人的，所以说化险为夷是明牌交过的。这波先来大门打一下，稍微拖一下时间。11交表走了。也是把11那边小门的一个时间给拖出来了。那双方在第1局的上半场是打成了一把平局，好吧？是。艾维的话，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也见到过拿出来打医生的一个阵容，但是其实那一把他跟医生没有太多的交集，主要还是追外面的一些求生者。对，如果能够快速处理掉的话，其实中后期拦截到了吧？因为他如果不能够快速的进入双11那2块板下掉去进行牵制的话，其实守墓人在小船这个地形3窗对于他来讲不算特别优势的地形。其实这地方异世人也是直接冲着守墓人的方向就去了，看来也是想针对守墓人来打了。守墓人在这里交了个板，但是吼到了，被陶片封住，这个板还是不能玩的。是的。68的侵蚀值，看一下这边要不要震颤出来下板呢？没有，真9跟着很紧。那对于SOHO来说，这里可以找机会直接吼出来。哇，那这样的话，不光铲被吞了，而且给到第1刀给得很早。没错，这也是我前面说他要不要考虑这个医生也吼到了，要不要考虑直接震颤到板后去下板这么一个操作？因为你震颤到板后的话，他本体吼是吼不到的，只能等下一波的伊斯人吼。而伊斯人的话，刚刚已经吼过了嘛，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牵制思路的一个问题。没错，那等下一波伊斯人拉回来附身守墓，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处理掉了，顺便干扰一下船下的遗产。对，追击的同时干扰机子。是，这个节奏来看，真9闪现也好了，本地尝试，但是并没有吼到。这里直接闪现打铲，因为也知道你进的交互点它都是封住的，是的。而且伊斯人下波技术是可以考虑直接吼到然后击倒的。对于处理守墓人来说，真9是非常的熟练啊，经验老道。整个开局的追击来说，守墓人选的位置其实不算特别好，因为你哪怕藏在小船洞那方，艾维他想追你，他还是能找得到你的呀。我觉得还是尽量给他安排一些那种板区，可能说多一点，比较近一点，利用震颤可以来回拉扯的这些地形。那看一下这一波是让医生过来，没错，依旧卡到了小船上，想利用小船来卡这个陶片。这里先吼一下，身上的侵蚀值并不算特别多，所以应该不太有 A 晕的机会了。直接无伤救。这一波其实打医生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毕竟他自己是一个能调整的角色。对，选择往外传，直接传到了密码机边上，而且逼出了迅额很多的道具啊，橄榄球直接拉完了。那只要伊斯人跟着这个救人位，守墓人呢，其实也不会找不到。是的，想用 PHR 这里可能要被摊到一刀。对，因为刚刚破译的过程中，其实 PHR 是吃了挺多侵蚀度的。是的。再回来把 SOHO 给挂上。这一波迅额被拿刀，他就有点难受了。你要去调整 ，OK， 那你得浪费破译的进度，对吧？那你如果不调整的话，后期守墓人被挂飞了，有可能直接拿你开刀的。可以看到古董商是往椅子方向在贴，想过来卡一下这个耳鸣。那求生者外面医生跟迅额也是直接摸起来了，调整好了状态。是，就
因为守墓人他16的铲子已经交光了嘛，所以说他又没牵制天赋，拯救价值是比较低的。是的，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考虑卖掉。这里看一下要不要附身一下，然后尝试找一下附近的人呢？等到确定不太救了，再看一下。OK， 附身完了，那里还没有意识到吗？已经看到他的一个蹲的位置了。没错。这里看一下要不要逼一下古董商的部分道具呢？这一把密码机其实差的还是挺多的啊。落地哦，还是给到了一波侵蚀度，拿到1刀。是的，闪现还有15秒。真真九现在有很多的打法可以选择啊，他可以尝试继续闪倒这个古董商，也可以尝试到外面去干扰其他没有道具、没有适合牵制道具的2位。我觉得他最好的情况就是把医生给处理了，这样的话中其他的2个角色就不太好调整。确实。那真九这里想闪吗？等了一下，直接交闪。你在转世的时候，你是不太好去释放其他的技能的。对，所以这也是真九停顿了以后敢直接闪过去的一个原因。包括他为什么不去抓医生，因为侵蚀传送刚交过，而你如果平地去抓医生的话，需要花很多时间。没错。那这样给到椅子边上一个陶片，然后确定一下求生者的方向啊，直接拦出去，还是由医生过来进行这一波的救援。陶片压在了小船上，本体先吼一下，但是躲掉了。以前还有一个陶片，没错，这波可以，这波可以打医生，这波可以打医生。先把医生打倒换挂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古董商半状态出去呢，他只能往密码机边上靠，然后再提前去拦截幸运儿。这把要进入一个试抓节奏了。对，幸运儿刚刚的一个密码机摇动信息告诉我们，他在大船，所以说这波是千里拦截啊。是的，最后2台中场跟角落其实也比较远。一声吼到了，而且这个地方架回去 ，PHR 可能要在陶片里面洗澡。再来一个本体吼100，已经救不了了，这个距离不可能救得了。椅子面前甚至是还有一个陶片马上可以传送的。对，他可以直接一会儿回到陶片，但陶片还有一点冷却，是大概6秒钟左右。看这个护腕呢，还有1秒，交了，还有1秒。哎呦，传送，但是就差了那么1秒钟。如果说早一点好的话，其实真真九是有机会打断这一次的救援的。不过也打到医生针对了嘛，因为外面不只差1台，是差2台密码机。没错。现在再附身一下古董商。把医生挂上，其实2位穷者已经很难再去拖一个能跑一个的局势了。而且这里幸运儿的话也没有道具，是自己也要摸箱子的话，看有没有可能会被逮捕吧。没错，真九应该会预判幸运儿的一个走位的，毕竟你前面在大门破译，对吧？大门箱子可能被你翻完了，那你现在往小船方向走，小船其实就那么2个箱子点位。哦，许愿了。哦。那要被抓了。是的，哎呦，最恐怖的就是许愿的一瞬间，发现屏幕黑了，很难受。那肯定是个噩梦了。是。那这里再找一下幸运儿95的一个侵蚀值，闪现还有10几秒。这一波只要本体跟着2边来回控，其实古董商一会他也不会敢再破译密码机了。是。大船上70多，这一波1神上去是来得及的。即使是给到他们2人开门战的一个机会，那么古董商点门卖，对吧？而且真人9这里闪现的话是好的，也是有机会4抓的。关键幸运儿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这里如果你敢直接开的话，他是可以考虑直接闪倒这个幸运儿，然后再去管古董商。是这一波甚至都没吃出来闪现，还省了。对，那现在就很难受了。只要医师人找到古董商的一瞬间，真人9就会选择把幸运儿给挂上。已经看到了，那可以。可以挂，切过来挂。毕竟手上还有闪现嘛，就算地窖是在大门，但其实真真也不用太担心。特别你是一个古董商在这里进行点门，太慢了，点门。是的。那再让医生跟上，侵蚀传送直接落地。哦呦，虽然没吼到1把，但是这波闪现怎么说预判闪现？但是真人9这里是停顿了一下，等你出棍了以后再闪过去。故技重施啊！他跟之前在窗户闪这个古董商的那一波一模一样。到窗户我这边稍微等一下，没有第一时间闪，他也是在防古董商的一个回头使用机会。有的一个辅助很有限。是的，凝蜡的一个时间会远高于这个先知一个鸟能扛到刀的时间，因为一鸟给队友的话，擦刀时间减30%嘛。哎，咒术师必须要跑图，先知那边被拦的话，他是有可能进入1追2，甚至1追3的节奏的。前期路过的一个密码机，他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喷蜡去封一封嘛。是的，特别是魔术师中场这一台啊，这个点选择往骑士那边看一眼，但我觉得还是追先知那2位会好一点吧。
就大房那2位可能会好一点，毕竟咒术师的一个控制，如果身位被拉近，那么他是有可能交出猿猴奏像，但是给自己上蜡的。那这个地方先知把板下了，直接上到了2楼。是，那里也是让出了大房点位，自己选择去一个远的地方破译。是的，先知防了一下，再跳楼。那身距的话还算有点距离，但接下来空地就不太好去破译了。这一波要被上蛮多蜡的，哇，直接上了80的蜡油啊！是，给先知都喷到同手同脚了。是。这个地方直接上满，哎呦，把鸟骗了出来，手上的移形也是好的，那可以继续交蜡粘住他，不让他走远。对，可以再凝住1秒，马上结束，要给到第1刀。那这里受让加速跑，我直接移形追，应该是要顺秒。拉到脸上，很快的速度，哦，一个飞轮，飞轮顶墙了。是的，但其实哪怕不顶墙，往前位一段距离，其实也远不够去进一个交互点。对的，这个飞轮感觉还是省下来会好一点，因为当时真人9移行过来 ，PHR 身上的蜡油是不多的，对吧？他也没有说什么交飞轮去清空这个蜡的说法。这里还是一个蜡块可以覆盖的密码级范围内，又被干扰了。哎呦，2楼这一台还要被锁。哇！如果能锁到，有没有机会？哎，还在瞄准，给这个凝住了，是把人给定住了。但是也一样，对吧？我定密码机和定人，你不都修不了吗？对，但是锁密码机会时间更久一点吧？对，真9这里怎么说挥霍了一波蜡油也是四处张望，看一下有没有人来救人。实在是击倒时间比较早，如果救2波的话会开2阶，所以选择卡满救1波。没错，又把那里的密码机锁了，又开始了。再来，然后再破译，再管一下2楼破译的那个密码机。咒术那边实在没招了啊，换了一台密码机。这里魔术师也是准备过来救援，看一下，哎呦，魔术棒挡了一下无伤救。哇，那这一波其实保个无伤还挺关键，毕竟先知确实也没有牵制空间了。那就看能不能多拿先知1刀吧，多拿点存在感。现在是80的一个蜡油，能不能定住呢？好像不太有机会啊，前面板子。还得防一下被砸 ，OK， 到了，成功拿了1刀。那这样的话，下一波差1刀2阶。是的，下一波往外走，看一下3个满状态的求生者，面对约等于是开了1阶的蜡像，所以还是有牵制空间。是，就看下一波节奏去的如何了。不过移形也已经好了，也就是说现在追击的话是一个就是应有尽有的蜡像师。对。关键是求生者现在都躲着，都不太敢破译，就3个人全在躲，密码机一点没动。等到这里确定追上了 ，OK， 然后外面修了，但是你外面一修，密码机抖动，真9又直接切了传送过来。对，他那边其实还没有进入追击骑士的一个节奏的。是，但是听到心跳，队友可能就想要去破译了嘛。是，反而给到机会了。现在 Nary 的咒术身上的蜡油也非常多了，80多的一个蜡油。直接定到，那现在也开了2阶了，开了2阶以后更加难牵制了。虽然说有3层喉，但是其实一会儿开了火蜡以后，他是不太敢去交这个猿猴奏像的。对，最好是提前交，绕模型一层一层交吧，这样蜡衣估计也不太好上蜡。是。53，那这边板子直接开火蜡，哦呦，直接反弹弹死，提前预判你要交喉。现在把人挂上，看一下密码机需要补充的还是比较多的啊。真人9能不能去拦截到骑士？只要这一波拦截到的话，基本上是奔着4抓去了。密码机差的也比较多，真人9似乎已经看到骑士的一个方向了。对，但这波地形比较复杂，他不敢确定是不是在那边下面的柱子躲着。是，但是这样也让骑士救人压力很大，外面一直在修，他很难挪过去。对的，哦，看到了，通过这个楼梯之间的一个间隙，那这个位置难道是必不可能救下来的呀？是，而且在喷射蜡油的期间，你战术预见是没有用的。没错，而且这里也是预判了你要封技能啊，选择直接出刀，这个距离。再上一波蜡块，离一直越来越近，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因为真9也是提前出了这波技能，想出刀被沉默到了，但离椅子还有太远的距离了，必须飞轮卡掉一波蜡，再用战术预见成功才有机会。是的，这里真人9没给任何机会，是直接击倒。
那这一波如果想4抓的话，可以考虑牵到中场先不挂。没错，毕竟魔术师的话，其实状态还比较饱满。是的，毕竟你的战术预见其实是有 CD 的嘛，对吧？对于真九来讲，他的辣是可以一直释放的，就看真九接下来排人排得如何了。对。 就是你喷辣的过程中，它已经是一个动作了，你战术预见只能预见下一步，你没有办法打断它上一步。对，真九先选择排一下大房，看一下大房附近有没有耳鸣，也确定一下地窖的位置。是，这地方暂时没起，哦，终于起耳鸣了。有耳鸣，那大概也能猜到了，就在这附近。是的，根据耳鸣的一个范围，一个辣油，哎呦，丢了出去，上到了，直接上到了25点辣。这个地方 Saber。 直接97的辣油直接被烫成半状态，继续烫，一波预判，回身一刀直接打倒。那这里骑士那边还没有交出自己的绝处逢生啊，真九暂时也没考虑挂，继续往中场举呗。反正只要你离67的那台大一铲远一点就行了。哦，挂上了，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找到索尔的骑士的。 骑士在往地下室爬，但是爬得有点太慢了。这直接看到了有受路的，也是选好了自己想去的椅子吧？想去的地下室。那没想到真九是在不归零用蜡像师再次完成了一把4抓。没错，进一步把自己的这个优势，这个奇迹跟在临的一个控制才行，不然你光靠他走路，说实话抢鸡蛋都抢不到。是。 但是对于选手来说嘛，对吧？我们分析的是版本，对吧？出来还是有这个多抓面的。是。那看一下前期，其实可以考虑去抓一抓这个逃脱大师。逼一逼他的一个迷烟炉什么之类的。没错。但是如果说追逃大师的话，就得小心中场的这些地形了。这里先主动的连一波电，然后再找一下求生者，脸上是小夜明的幻灯师，应该不会考虑追他吧？ 可能还会还是绕一下找别人吧。右边是星焰的弓箭手，这里奇迹是这个是有一个说法的，就是如果你熟练度够高，可以把这个电给卡上去。是。我是见过有一些特殊点，但在这个点我没见过啊。就是他的一个视角调高一点的话，他是有可能上去。那看一下吧，这一波。 小夜明提前下板，进入一个追击节奏。那我觉得影视追幻灯师其实是非常难追的，非常难。所以 Granny 也是选择再换目标，找到了11，直接一个迷烟炉，开始迷惑对手，想卡一波红光反绕，但是也没被绕到，确实比较难看到啊。也看到了，但是这块板子一下还得绕外圈，11选择上楼了。 只要你迷烟炉持续时间内，你的奇迹是不太敢交的。骗下来了，视角刚好被模型遮挡住。没错，这个点，你看幻灯师的一个克制来了，进一个板子，但这个板子是横向板子。没错，想强行翻，但是没能成功卡到这个时间点，最终也是被定在了原地。对，要隔绝开监管，这一波才有机会去规避伤害。是的，但是现在 Granny。 重新连了一下电，打算换追了。还是不太好追啊。打法就是一直找那个可能给机会的人。但是这里我觉得幻灯师是非常难以去给到这个机会的，交出形状投影一直没有拉，那这个地方也只能硬追了。但其实密码机这一把是掉得非常快的。 到现在只拿了1刀，密码机已经3台了，是，甚至下一刀还不好拿。对，这个点位想再临，有刀，但是队友扛到了，没错，这里也是有弹射，进一步拉开距离。是的，隐士的话，他的一个再临一定要拿刀以后再去交，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位移能力，而现在的话只能靠移形来补了。是的，现在队友的先知正在看他。 用1鸟成功扛住了这一波的伤害，距离又拉远了，废掉你的移形，开出2阶，看这波2阶能不能找点机会。其实奇迹可以上，对，上到奇迹以后，然后再预判一下幻灯师往哪走。小夜明是转到了边上的双板，那这里的话，队友这个地方再临这一刀还是不会倒地啊。对，先知在扛，
再上一个楼梯，是高低差的话比较难上电啊。又重新连了一波电，我感觉这个密码机甚至有可能165台啊。小叶明在楼上卡着，再换追吗？是。那求生者可能要考虑稍微调一下状态了。对，就看能不能小叶明跟医生那边去摸一下，毕竟医生手上的密码机也快开掉了。因为节奏越好，越要提防监管者去打到一个所有人状态不好，没错，打手一环节的。是的，越要尽早的去调整，免得出现没人能救人的那种情况。这样的话，就反而会亏掉自己求生者的一大波节奏。对的，越优势越大，越要求稳。不过密码机的优势好像大到足够不用调整了。确实，因为它第5台已经90了，一个在2楼在离，但是开掉了，密码机已经亮了。是的，不过小叶明这一把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成功的把投影给拉了过去，弓箭手再补上一下，后撤壁弩也给上。这个点一生被打，星焰被打倒，他是有回光返照的，他是故意过来保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幻灯师的。没错，那我给你打上这么一套组合拳，对吧？你不可能来不追我的呀，毕竟那里幻灯师已经拉开了很远的距离了。这里还有被动，所以说能抵消掉一波。奇迹刚刚空了一个在离，有队友扛，自己不会倒。是的。队友虽然倒了，但是没有关系，不会被捡起来。这里一个移形想封住上楼梯的路，11这里比较难牵制了，还有队友在扛，这里翻了过去，是的，还能再溜一会儿。这里是想带倒，但是3个人扛的话，哎，这个奇迹有一点小歪，但是在林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打到的。但是外面有一个飞轮，清空掉了伤害。对，沟通配合也很好。没错，再一次分担伤害的话，那这里又得追击一会儿，而且他的在临移情都交了，即使能把这个人击倒，把点门的人也连带着击倒，没有用。另一边随便摸随便走的，另外一边门只要点开了，就算倒地他也能爬出去。是，那最终也是控住了小叶明，把他给打倒。那只留下了一个，也是恭喜 ACT 2比0直接带走对手。是的。这一波对 ACT 来说，我觉得也是准备吹响反攻的一个号角了。那的话，他们战队的 BP 就一直都是非常有自己的个人特色啊，队伍的特色啊，所以只要 Peter 他自己觉得这个阵容打得舒服，其实可能米达尼康那边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因为监管者的 BP 其实还是要加化险为夷的携带吧。求生者正常来说，其实有一个容共鸣的天赋嘛，所以说魔术或者说是医生再补一个化险为夷也是一种战术。对这个化险为夷的话呢，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中场方向先驱赶一下加拉。这局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疑问，就直接追最脆弱的位置医生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一局带的毕竟是兴奋嘛，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还是说等着留着2流再用吗？对，但前面的话还是找到了古董伤的古董伤，对吧？我带兴奋，这个双人惊喜要空。第二段的话上了一颗黑色的标记。行，那这样的话，2段双人惊喜只上到1颗球啊，还是有点难受的。前面的话，看是不是要硬吃啊？先打一棍的话，但兴奋也只有3秒钟就兴奋马上好了，硬追，然后硬吃，兴奋先拿到一刀。这一刀给的还是非常快的，并且双方经济也好了，有一个直接击倒的机会。没办法了，Lightning 这边直接被秒掉了。开局50多秒，直接完成了一次击倒，场上密码机加起来就1台多一点吧。是的，这个追击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其实 Lightning 他要想一想，为什么放着医生不追？我要对，正常来说喧嚣肯定是追击医生嘛，但这把 Peter 是直接调转偏锋去追古董伤，那就可能是携带一手兴奋了。对的啊。当然医生的话呢，可能真的不带兴奋的话，也要犹豫哦。这边一个平 A， 一个相持都打到了。对的，双倒吗？有一个摊双倒的机会。双倒了。空中飞人赶了过来，那这边牵制空间的话，看能不能 Lightning 再2次牵制一下。比较难，因为马上双重惊喜就要好了。不过手上也有飞轮，还是有一定的对，有一定的躲避的空间。红球烫到。提前交飞轮啊，没办法。对 ，Peter 这边也是细节等了一下。也是害怕这边 Peter 会用焰火舞台把你的系统锁住嘛。是的。
Peter 的话，他的喧嚣从一开始的熟练度就是非常高的。虽然说这个版本喧嚣已经经过调整了，但是在他手里的话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对的，那第二波的话，魔术师得赶紧过来再进行一波救援了。2阶喧嚣手上进行救援还绝非易事啊！是 Six 这边被排到位置啊，这边是好像是盯着你呢，直接打了出来，那这样子有可能救不下来。还好这边躲掉了球，想打双倒，2波救援都双倒了。是的，看一下莱特宁这波能不能6下。哦，这边的话传到一个头，能稍微缓一下。对，不过这边兴奋也好了，看能不能不交这个兴奋完成击倒，对于皮特来说会比较赚一点。不交这个，如果省下的话，可能4抓节奏就有了。要是没省下来的话，还要看具体的发挥。你们过来，还差一颗红色的惊吓标记，绕场谢幕直接完成击倒。没办法，确实熟练度太高了。对，把人挂到双11的位置，另外一侧红毯方向再摸，看一下这个底牌，直接大胆预判传送，那边就是一个正在补状态的魔术师。不过好在已经把这个状态补好了。是的，但密码机这一局差了好多呀。谁现在能扛住2阶喧嚣的压力呢？过来先找一下加拉。加拉想过来扛起这个牵制压力。对，但是加拉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倒了，运营能力会进一步下降。是的，一个盖头没盖到，但是红球也不踩板。他想等下一波双生惊喜好了，省得让医生回上来。对，这红球故意不打，好细节啊。那这样双生惊喜还有4秒好，这样可能有双生惊喜回不上来。东飞人赶路跟进，双生惊喜好了，直接过。不过还有第2段，没办法，还是完成了击倒，非常细节，完全不给医生扎针的机会。刚才感觉一个过板，其实按理说拿一刀对吧？可能你拿完这一刀之后，人家医生能回上半个状态。对，就是等一会儿再打。喧嚣这个角色对医生的克制嘛，是吧？你完全没有一个治疗的时间。是的，我可以选择我第1刀和第2刀中间要衔接多少秒。这边又排到了 Baby Top， 不过还好 Baby Top 这边是预判对了啊。对，先猜了一个普攻，第2段是僵直，正常打，哎呦不好救，赌球。那这样子这个人救不了了吧？很难救援了，救不了了，直接提前被拦截住。哇，没有任何的办法呀，感觉。这局 Six 那边呢？这个人肯定是不挂的，因为密码机差太多了，得思考一下怎么走这个地窖了。对，把 Baby Top 牵远一点，这样的话他自愈了以后也救不到加拉的医生。先来一个仙人指路，指一下啊，到了这边 Six 的位置。对，现在 Six 手里2根魔术棒啊，看能不能多牵制一会儿，为队伍争取一个走1个的机会。2个人都不交自愈。对的，一个慢翻过来，利用弹射拉开一些身距。Peter 这一波的话也是要尽可能的消耗一下 Six 的一个道具嘛。现在好消息就是 Baby Top 和 Six 还都是有道具的。假装过板，实际这个后撤拿一个土球。对的。那这边的话，看双生惊喜如果释放，预判了一下位置。打到一颗白球，还差一颗红。对，红球拿到1刀。又上到一颗土球，还差一个白球。这波博弈还是不错的啊，翻过去了。走位也是非常灵巧。对，但是这样利用一个建筑物，Baby Top 前面怎么还见面了一下呢？那这样子如果快速击倒魔术师的话，就可以锁定骑士的位置啊。不是，我咋感觉这魔术师还隐身着呢，就打着了。对 ，Peter 这个对于双生惊喜的预判还是非常准确的嘛，很写意啊，他这个打的。空中飞人赶路跟进。看一下 Baby Top 这一次能不能2次全中，只剩一个战术技能，先猜技能，来平 A。平 A 怎么说？应该还是双生惊喜吧。直接绕场谢幕了。那这样的话，感觉2次又没猜对，一共猜对了2次。那这样的话没有自愈，另外一侧 Six 可以起来吗？会比较极限，真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是的，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第1局上半回合阵容他不太有一个调状态的能力吧？对。不过对方毕竟只需要走1个就好了嘛。确实，隐士的局如果想走1个的话，今天大家也看到阿卡那一局隐士，对吧？最终还保了个平呢。对，就是我16的时候我正常卖，从那儿开始追的话呢，可以避免求生者往那边方向去溜。对，打隐士的话，求生这边可能会更加依赖于携带回光返照一点。对，而且还有这个化险为夷嘛，化险为夷时间拖20秒还是挺关键的，密码机都在。直接往多利斯的方向走，但是你要说真追多利斯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太现实。幻灯师太好牵制隐士了。对，幻灯师自身有修击底 buff， 而且他还可以给外围的队友上一个修击增益的 buff。对，那追他其实是非常亏的，再加上他本身也是不好追，隐士也不好定住。
一直围着高墙走的话，但是这波倒车也是被多利斯稍微仿到了啊。对，骗到了一些身位，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前期的话呢，先把这个静物投影给外面交一交，然后加一下破译速度。对，留着人物投影，下一波可能有奇迹的时候再用。这边等翻窗之后就可以考虑交一下自己的人物投影了。是的。不过这样交的话，可能还是会给到刀。是的，但是这个封的路有点封歪了，哎，没错，这刀拿不到啊。那这样子人物投影时间结束之后，并不会造成眩晕的。对他这个奇迹本来应该封窗口的嘛，对，他没有封住啊，封的靠外围了一点，有点小失误。不过这一波的话呢，再放一个人物投影，但是收得很及时，规避了这一刀。对，再收。然后用飞轮顶掉了眩晕，哎呀，确实很头疼。这边可能要不要考虑闪现开刀？啊，闪开了。这个隐士的常规节奏吧，也只能说是。对。前期的话，确实可能不会给到太多机会。相反来说，墓地这边的哈梅斯可能要小心一点，避免说被换追。对，但是哈梅斯的话呢，一看有防范的意识，那就不追了。识别度很高，直接一个再离。定住了。第二刀拿的还是非常快的。卡斯内克那边也是试图飞轮顶掉了伤害啊。但是没成功。看一下多利索这一波下板，然后现在是手里所有技能都在真空期。对，但是人物投影也马上就要好了。对，人物投影马上好了。隐士这边还有5秒钟的一个奇迹。这波要不要考虑说吃刀之后再释放这个人物投影，可能会更加稳健一点啊？还是决定先放？哎，这波收慢了。对，因为你身上有电的情况下，你再放人物投影可能会更加吃操作一点。对。但是的话，这波收慢了会导致后边有队友可能要被害啊。这个状态是扛不了刀的。如果能上一个红电的话，外面的队友就是白吃伤害。多利索看看能不能再稍微多溜一会儿，反正这刀是必吃了。对的，能救一个是一个吧。你看现在园丁马上就能切了，救一下吗？园丁，哎，园丁自救了。是的。恭喜园丁。那这边击倒多利斯，场上密码机加起来也是一个4台了，快4台。是的，那园丁那一波应该吃的伤害就让卡斯内克和史纳米分摊了啊。行，没事儿。园丁的话虽然说他自救了，但是他得来救人。哎，但是那边及时调好了状态啊。对，调状态也是打隐士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啊。没错。哈梅斯这边救人还是很稳的啊。首先来说，这一刀不会倒；其次的话，他可以续盾。蓝电先上一个奇迹啊，打一刀，你看一刀是倒不了的。没错，而且这波救下来之后，多利斯还有一个20千距空间。他有一个人物投影，不过这个电直接吃了，是不是？这外边卡斯内克又来帮忙扛了。对的，还是来得及收，还可以。投影。不过这个位置先给外面交一个静物投影吧，先加快点修机速度。对，多利索这边这刀吃就吃了。上的是蓝电，害怕你再次一个长刀，预判到了一个在零的位置。前面的奇迹，这个应该是能上到的，但是现在手里技能真空期还有最后1秒，切一个红电，能做到吗？有点难。隔窗刀。不过这个牵制完全够了嘛，你再刷一波化险为夷的话，密码机也是大致能压好的。对，而且现在外面的话还有守墓人可以来救嘛，守墓人是一个满状态，而且的话他可以选择消电救啊，或者说带着电救。对呀，而且这边多利斯还是携带了红光返照的嘛，完全不用担心被压一个起身。最后就差人皇的密码机，直接提前蹲产。史纳米这边过来准备救援，然后卡兹内克的话看这意思是去贴门了。84的密码机也是可以利用化险为夷的时间压好的吧。哇，这个奇迹不留给手乙，就留给干扰密码机。那这样子的话也只能稍微延缓一下，但是得起来了，要不然不好救了。对，这边是没有电的，直接撤了，跑得非常快。那有点痛苦了。是的，密码机也马上就压好。他这一波静物投影肯定要是留着给门了。然后直接把静物投影交给大门，卡斯内克那边第一时间点守大门，并且一波预判反走也是没有吃到这个在临的电。是的，在临闪现出去。你现在交闪的话就人物投影飞轮躲掉了吗？好像没躲掉。对，但不过2个门因为是同一时间点的嘛，所以也是破得飞快。是的，最终还是完成一个3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在第一局拿到了一个8比1的比分啊。是的，还是做到了，而且是他们
Zeta 一贯的风格就是敢打敢拼，规避他主球牵引的一个路径，那这样子就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牵制了。对，但我觉得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阵容，我觉得打台球还是可以的。没错，比如说法罗女士就是非常克制台球手的一个角色，不害怕他的一个主球的一个吸引嘛。对，到时候你主球往那一外侧的桃花大师可能会有点危险，对、包括勘探员。桃花大师很害怕呀，不过勘探员离得还算远。不过台球手的话呢，他毕竟是要先逛一逛再去追的。没错啊，可能。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中场的方向进了。这一局机子是在2楼的。对，先看一下地下室的位置是刷在了小屋。木屋的位置。那出去找一下救人位吧 ，Baby Top。这把甚至想直接起一个追击节奏，因为桃花大师在外侧牵制能力会略显不足。对，相比于法罗女士嘛。先放一个迷烟炉，看一下位置。不过这边有一个走地刀的机会啊，直接打地刀拿的挺快的，把被动打掉。抽刀，嘿，抽刀确实是第一波没抽到，不过他也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板子再下掉。不是，我见过这个台球手追人不用主球的，没见过不用假想腰就能拿刀的啊。对，这边是直接一个击球点就完成了击倒。这个击倒速度可以说是非常恐怖了。闪现还有7秒钟才好。我说实话，还不可能会把法罗女士站在3连会更加安全一点。确实，就是桃大师还是站在医院会更加好。对呀，保化险为夷，化险为夷的人肯定要站在医院呀。为什么要让化险为夷人站在外侧？这个地下室还能挂到，那这样子手上有闪现，怎么救这个人呢？很坏了，还没有办法利用逃脱术去挪一个椅子。是的，逃脱术的最大的弱点被发现了。哎，你说也是 ，Six 来救人，不过对洞察到了一个位置，有闪现，要小心一点。球吸到了，放上去了，对，我的天呐，皮特，让你卡牌救人，哇，别秀了，别秀了，全学会了。那这个人要不要考虑就不救了？因为有可能你第2波再来救人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剧情啊！哎，这都不是放逐了，这是放生啊！对吧？这绝对是你说地下室本来求生者很害怕一个点 ，Six 又来挑战了。这个地下室我今天是非下不可吗？这个板子放下了之后，那这个人就救不了了。忘了我们赛前商量好的别救保平吗？一个闪开，手上只剩一个飞行器和一个悬停了，那怎么进行2次牵制呢？没事，控一下密码机啊。对，又来到最初的这个3板，找一下勘探。他是非常懂这个阵容应该追谁。没错，就是追完你第一脆弱的逃脱，找你第2脆弱的勘探。对，而且因为有一个惯性叠加的，哇 ，Lightning， 你要拯救这支队伍吗？再找一下法罗女士啊，加拉没问题，加拉毕竟她是克制的，算是最好牵制的角色了。对，这个属于是 Peter 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啊，因为这个法罗女士的话，在逆技没有消失之前，应该是不会可能吃到的把有蓄力刀直接猜中了逆技的一个位置。你看 Peter 就是嗅觉非常敏锐啊，挑战自己的人终将会获得收获，是吧？来一个主球，但是现在逆击还没好，有牵引的机会，直接逼到球，但直接平 A 带走了。那这样续节奏还是很快，并且2波去控伤密码机嘛，所以说场上密码机还是差的挺多的。这个难啊，但是好在没有什么好的。我本来想说有个化险为夷，好在勘探员还有2个磁铁，或许能操作。勘探员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救吧，这个位置持刀反正是有点费劲。给到一刀，椅子旁边有没有击球点啊？他可以放，好像没有，咱放击球点。主球带过去，但是还是躲开了。Lightning 来不及，再次弹开。勘探员是本场最耀眼的新星。对的，不过还是要避免不了被击倒。是的，但是尽力了呀，尽力了。你看那个位置被拦很难救的，对吧？如果我椅子前放一个，就是一开始放一个击球点的话，可能真救不了了。这边的话，2个人都是半状态，是没有办法进行这波救援的，并且也没有时间调整。加拉这个逆技可以用了啊。然后他选择了手椅 ，Six 这边半状态想过来挑战一下，来一个大喷悬停大喷，趁其不备，对，直接扯，有没有可能？是有这种想操作的想法的。是的 ，Six 的飞行家在预选赛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的。现在来挑战一下 Peter，
对吧？他在想 Peter 他现在到底在看哪里呢？就在会正好没看我这个方向呢？来搏一搏，搏一搏，来半状态啊，看能做到吗 ？Six 做到吗？能做到吗？如何好紧张啊！现在，哎，变到了椅子，这什么？Yuki 顶迷。这波那以结果来看 ，Six 确实是做到了。Six 太牛了！我跟你说，起名有讲究啊，怪不得叫 Six， 太溜了这一波，并且也是吃出了 Peter 这边的闪现嘛。是的，哇，简直是又拯救了一次队伍呀！哦，上一次是 Lightning 救的，好像，对，他是第一次救。总而言之，还是需要英雄站出来的嘛。那这波可能还需要再拯救一波才有机会，因为现在还是很困难。是的，没事儿，既然他能救下 Lightning， 那 Lightning 能救下他吗？有点困难，已经被躲避一个主球，没躲掉。传递出来，完成击倒，不给你交飞轮的机会，那很坏了。而且那边法罗女士也是姗姗来迟嘛，太远了。法罗女士，要不努力走个地窖吧？因为现在我觉得两个人都没，就是都不用交自愈，然后看看能不能走地窖。对，看一下地窖位置，感觉已经看到了，说实话。对，而且法罗女士这个角色她是蹲不住的，有一个逆气，蓄力刀，哇，博弈啊，往前出刀，但是对这个刀气的把控真的是太精准了啊！这就是 Peter 台球手的刀气，他那我们延迟嘛？椅子那波怎么说？也是对刀气的把握有点过于精准了。哦，一切都在计算之中，是吧？行。那看一下哦，看到了脚印 ，Lightning 这边是交出了自愈啊。那交自愈的话，这样想走一个不太好打呀。再次弹开，他这一波磁铁几乎是每一个都中了。对的，这边还有一个飞轮可以规避一下主球。是的，还有一块磁铁，蓄力刀来不及打。没错，这边双飞的一个天赋翻窗还是很快的。对，感觉要是一开始 Lightning 扛压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是他的位置比较远。蓄力刀飞轮哇，木压了，对的，太厉害了，并且弹开，再一次呢安全进板。没招了，这封死了，这确实没招了。是的，而且他还得规避一下主球是否会被牵引嘛。对，没事儿，法罗女士这边手里还有自愈，现在只要在地图上一直在，找到了，就在大空起来再溜一下吗？不溜了。这个就是可以给一段语音是吧？酸尿，酸尿，都不容易。其实 Peter 现在也可以签，因为他主球也好了嘛。对，就把它签到自己的一个击球点的主球上也可以。对 ，Peter 想了想，还有哪台密码机没有回退呢？好像都差不多了，对吧？还有台25的，我要找一找。很和谐啊！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它的这个和谐之处。对的，对吧？就是不同阵营的这个角色也能和谐共处。那和谐的方式你别管。你看这边加拉还给 Peter 有一个就是配特效，对吧？对。Peter 这边也是开始旋转。我们这个游戏是比谁转的圈数多谁就赢，还是？那可以之后加一个这样的环节。就是小游戏环节啊。对。这个随笔浮想的环节。那反正现在就是不签，然后等这个队友倒地之后，就等队友这个淘汰进度流完之后，再去针对一下，再针对，是这样最稳，对吧？因为现在理论上来说还有走地窖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这局毕竟地窖修出来了嘛，是，对吧？如果有可能性，就还要去争取一下的。你看，我一会儿加拉突然起来，然后砸皮特一个头，或许还真的有机会。对，翻一个主球。摇下来了，因为刚才已经是放过一次了嘛。对的。但是吸不进去，有没有说法？前面有一个外带特质，地窖的话在T字墙附近好像。有点犹豫，但是上线还是太完成了击倒。对的，而且两个人的淘汰进度实在是不足以爬到地窖了。是的，那没招了。除非勘探员现在能够时间暂停一下，那边也转了起来，这什么神秘的仪式？这是 OK， 我大概3秒钟，比赛结束了。好，那也是获得了一个
但是很难去做到嘛，因为像他的这些角色都是需要专精的，就需要很高的熟练度和场次经验的支持的。对，我觉得 Uzipong 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后手监管者啊，他的角色是太赌都赌不完啊。对。以选点来看的话，气象大概率会携带化险为夷。气象占中场嘛，一般来说中场会保护其中一个化险为夷啊，另外一个化险为夷显而易见，大部分在废墟。对，对吧？然后舞女和宙日。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中场的方向走。这一局的密码机是刷在了鸟笼。对的，同样也是地下室刷在了小夫的位置。直接捏伞骗一下。哎，这边脚印看到是暴露了位置，直接准备开6吧，不管那么多了。前面有没有一个拿刀的机会？先这边有一个尾波跑起来，加个点。哇，搏到了！盖板砸头，对，抓住了你想头铁过板的这个想法。那现在的话，切换成小黑，他这个移速有点追不上啊。也是提前下了板，方便这边的哈梅斯把板弹交出来。板弹交出来。前面卡斯内克的话呢，走远一些，哈梅斯和卡斯内克分2个方向走。对，现在牵制压力真的不大。哎，这有一个放加速盒的舞女，这能忍？那确实换追会比更加明智一点。对，先把盒子处理一下，对吧？你现在相当于你只有2个盒子，对吧？那2个盒子的舞女，那就不如3个盒子的舞女。对，先跟踩处理一下盒子吧，要不然确实8音这会比较头疼。你现在相当于只有1个盒子啊，会有点危险。那1个盒子舞女，那就不如3个盒子的舞女。没错。好，最后一个盒子看怎么交，要不要闪开？闪现开刀，这个地方技能也开了，是的，吸魂直接追上去，有机会的。哎，歪了，哎呀，没事没事，还好及时说发现了目标。对，能翻吗？飞轮，但是被一个速闪的小技巧。对，延迟刀器，再加上有减速盒的8音阵，这个延迟刀器就更加厉害了。是的。舞女暂时没有上得了赛场的原因找到了，因为6不动速闪。它主要是道具消耗太快了。是的，说明这个8音盒数量还是少。对，看一下这波，直接坐着层云过来救援，2个人隔墙相望，一个假伞罩住，直接过去，然后翻过来，给到一刀正常救，有没有机会摊一个双倒？摇铃，别打他呀！先摇铃的，他一个白板舞女还能溜起来吗？难道？对，你去找一下这边的象学家的话，就有一个摊双倒的机会。万一呢，对不对？至少可以逼一个飞蓝或者逼一个强风吧。但这波虽然说没打到双倒，但是打到了针对呀，要打一波隔墙 OB 体系了。前电翻打到了恐惧震慑，可惜是个慢翻，可惜这个快翻的话，这个窗户应该就翻过去了。是的。哈梅茨再来，再电，再扛刀，扛到了。哈梅茨保护住了兜利索，但兜利索的话呢，前面架点进医院进不了。现在弹射好了，看怎么利用这个小短窗。哎，摇铃没摇到啊！这一刀不是打谁？骗了一下，这边的话要不要给个吼？电一下，弹射交出来了，能进到前面的双板区，这波配合非常好。摇铃好了。直接变成小白，一个2阶摄魂，一刀还空了，但是没事儿，反弹加速还有机会。没办法了，因为吸魂状态还没有结束。不过这波24心智啊，24 OB 啊，也是真的是拖了很多时间啊。是的，大家也是付出了很多的状态嘛。卡斯内克这边刚才是救完人就地修踢墙了。这边的话，喜纳米过来救，对，得赶紧先撤一下，而且刚好咒术也是一个半状态嘛，或许有一个缔结契约的机会。提前摇表，而且他已经贴脸了，基本上不可能被吸魂吸住了。还想再卡一下淘汰进度，再摇啊，没办法，这波吸魂的机会错过了。对的，变成小黑，左位躲一下摇铃。第3段表准备，摇一下。那这波的话，要不要博弈手椅震慑呢？哎，这个摇铃歪了，反而说是给到了喜纳美这边一个趁机摇铃的后摇救人的空间。对，摇铃没有摇到椅子边，他可能预判大副的位置是在椅子的左侧，可能是的，而且这回选择打双倒了。但是这边兜利斯是一个挂飞，你这个时候打双倒，密码机只剩这台脸上的77了。他可能是觉得我总得打一次双倒，是对吧？因为确实也挺没招了。如果我走了的话，这台密码机肯定是能亮。现在全员半状态，速闪之魂的机会来了吗？有机会能来，有机会能来，确实。
好，这边卡兹尼克过来给密码机压力，对，他是给这边队友调状态的一个压力嘛。对，他手里是有风的。阿梅斯过来救援，这个摇铃被卡到了，下板后摇相互控制抵消。对，卡兹尼克这边应该是要传过去直接追他了。对的，一个道具不选择交啊，省一下，毕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对，然后另外2个人直接原地调状态，博弈。 还在博弈，但是外围的话呢，周立素已经在起新机了。有飞轮也有猴，这刀是不太能拿到的。猴还想攒一下，还垫一下前面的话还有反弹，哎，翻这块板，不太敢翻，要进行一个博弈环节。吃一刀了，对的。那要不回去挂吧，一会儿又要起来了。是的，直接回去挂了。 这边的话得赶紧调整一下状态。对于四反之魂来说，看这波能不能抓住一个调状态的一个机会点，直接一换传送了。捏伞啊，想打挂飞，但是你把伞交了，这边密码机可要开了。哦，假伞罩一下，给一点压迫性吧。对，但是另外一侧咒术师已经摸过去了。 这边大副还有怀表的，而且是个满状态，给一刀，一刀，另外一侧能救下来，而且密码机也马上压好了。是的。 这边要不要考虑啊？直接过去吗？在钓鱼可能直接亮了。也算是逼了对面囧者一个通电吧。那是卡兹尼克现在手里直接一个强风推开，另外一侧西纳米手里还有一个怀表，在骗，可能还是要追一下咒术的。先追咒术。这个假伞其实还是追咒术，主要咒术在脸上你也过不去呀。对，但是人家有3层猿猴咒像。对呀。能开吗？ 摇表，但是第2段没有摇到，还有第3段，第3段摇到了。不过速伞不太害怕大副摇这个怀表，给到一刀，强点一下门吧，能点开吗？够呛，点开90啊，100做到了。对，但是自己走不掉。不过你要挂这边的大副的话，另一侧的3名求生就可以对，直接完成3跑了。看这个伞应该是追不上了。 捏伞过去来不及了，对，而且这边卡这边好像还有人想捏了一个强风，但还行。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完成了一个3跑，恭喜 Zeta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对的，非常干净利落，今天2比8比1，对，这样。就印象比较深刻，一般都是这种小屋的角落啊，或者说双十一的角落这种椅子，就很容易把救援妹给拦在外面。对，就不管谁来，都是在空地大摇大摆过来的哈。是的，是的。 得去点到中间，而是把大船的密码机进行一个封锁，而且堵到了莫尔师。其实看阵容来讲的话，莫尔师是比较有可能带一个化险为夷的。如果说局内真的堵对的话，其实对于监管的节奏来讲会舒服一些。他选这个地方，好，看一下，直接找一下莫尔师啊。莫尔师前期是在一个大空地的位置。 前期的话是选择直接来跟进了，莫偶师也没有选择一个大拉点，而是玩脸上的板区，哇，走路先去逼掉了一个路易。是的，身位拉的比较近啊，主要对于莫偶来讲，这边能用的资源真的比较少，但是看到年点这边是想要去换节奏的，啊，想要去海边找一下阿斗，但是阿斗其实这边也不是特别害怕你去追击吧，因为本身调音师的一个道具来讲是比较克制的。是的。哦。 那这里再换一下酿这边的弓箭手，但是求生有提前爆点啊，所以说酿也是拉走了。对，他是没有选择修，直接躲在里面，这样再掉头回来去抓这个木偶。不过我觉得年检的话也是四处干扰，为了自己的一个愿力进行一个积攒。虽然说我刚刚没有追，但你们外密码机也没怎么掉。而且他这里的话一直贴住木偶师，就等于在掉他的状态。是的。这样再放一个围龙，等下一个围龙可以直接去击倒了。哎，这边。 找到一个间隙给钻过去啊！对，而他是，特意等你拆完笼子我再出刀，这样的话你这个状态反正都是一个1刀倒嘛。对，反正这个击倒节奏对于年检来讲还是非常优势的。是的，卡机加起来也才刚刚2台。主要是木偶师他这个道具消耗太快了，对，他完全没有说我去利用一个板区肉身去博弈，而是一直在教自己的道具。那这样的话先打1刀。 还想再卡一下淘汰进度。对，因为他有香水在，还是有这个博弈的机会的。香水，这样有盾的话是比较好救的，但这个盾时间已经到了，还是吃到了1刀。不过对他来讲，这是他能卡到末师极限卡半的唯一的方法了。
这年锦他现在处理这个木偶师，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对，他可以让你去教这个路易，他等到你第2波这个状态掉完之后，再过来去终结你。还是打出了一个红圈啊！其实我觉得前期 Monopi 这边可能有点放松警惕了，觉得他暂时不追了，直接就在破船那边开修。但年底这边完全是在等自己的一个验力积攒的够多以后，掉头回来找你。你跟我的一个身位来讲，求生还是比较难去牵制。是的，是的，这个位置的话，再把人给牵回来，还能够去干扰到海边这边的一个密码机，而且还通缉到了大副，所以他也是直接选择交标。那这个救人的一个节奏可能也要被加快了。对，我觉得看一下酿要不要过来。他这个修机是有危险的。看一下。好，这边无伤救，我觉得对于求生来讲还是很赚了，因为保住了大副他的一个状态。是的，大胆掏，这样等下还可以让弓箭手过来进行一个陪跑。对，一旦 OB 下来的话，这可是木偶师，还是非常赚的。没错，直接选择用围龙去拦住木偶师的前路。对，哇，也是看到酿已经就位了。感觉也是直接被罚站在原地拆2个围龙啊！不过现在年底手里的愿力没有那么的充裕啊，还要稍微等一会儿。他倒是可以选择等围龙把这个 OB 位框起来，但他可能是想去探一下酿的状态。打到了这一刀，没错。这里的话要注意这个木偶师的一个自愈进度啊。C 度也是叠满，应该是选择不贪了。哇，甚至于说再补上了一个围龙保护自己的挂人。对，然后把它往这儿挂的话，能继续干扰求生的是的啊。他们是蛮想修海策这一台的。对，感觉年锦对于他这个围龙愿力的把控还是非常到位的。对，过来直接把大副第2块表也给逼出来了。是的，在这边去预判一下大副的走位。那感觉塔卡口刚刚省下的一个状态就非常关键。如果现在是个半状态，只要这个表的效果结束，他可能就要倒了。是的。那现在还可以去牵制很长的时间，而且另外一端已经队友在破一大船的密码机了。是的，这样求生者他们可以选择慢慢的去拉扯，修一下远端的小船以及比较安全的大船。而且现在其实对于年锦来讲，他换别人也不太好，大家的状态都很好，而且甚至道具会更充裕一点点。对，反而大副他会比较白板，所以说不如就直接追。但是密码机大概是能够的。是的，而他这里追人的话也是消耗了非常多的一个愿力，但大副这里被龙子给卡住。对，这边是个黑龙，没有办法过去。好细的围龙啊！不仅说拦住了大副的巨龙，而且是一个黑龙，让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钻走。因为看这个密码机进度，一旦刚刚不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大副是可能牵制到密码机压好的。没错，那现在的话虽然压好，但他还有一波手里的机会。而这一把的话，外面的2个人都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尤其是调香师，他这个救人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呀。就看一下香水的使用。哎，选直接掏，直接扯下来了。对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求生来讲非常可以接受了，正好让有回光返照的人吃到了一个效果。是，你觉得我肯定会放香水博弈，我就直接不博弈。来，这边这个龙子的话没有第一时间围到大副这个位置，这边还有一个板子。哎，直接翻过来还是被击倒了。那2个人现在离门都有一定距离。看一下后期的处理，这把可能要考虑去卖一个求生者，让另外一个人走了。对，我觉得走一个会概率比较大一点啊。是。直接往2个围龙直接给到大门，现在有危险的是调香师。对，但是他稍微往中间再排了一下啊，毕竟大副那边也不是挂飞，害怕万一哎，这边过门99，能来得及吗？走不掉啊！酿一刀被打倒。是的。而这个时候阿斗在最远的位置，他救不了人的。那他还是走一个，还是要去点门走一个。对。哇，年锦这一波的一个传送还是非常大胆。如果说这个门开的比较极限的话，是有机会走的。有机会平局。对对对。可能他的一个思路上来讲是。先防一下你这边小门的人，可能过来救人，或者说把大门的人赶走，然后我再传送把你小门的处理掉。那这个时候我还有机会去往双11和大门去赶路。这一波的话还是一个快速终结，或者说打一个针对的话，你可以考虑去带一个闪现或者带一个兴奋。对。主要还是上一把的话，其实干扰的密码机并不是特别多，就一直是海策那一台嘛。但因为大家的一个状态保存的比较好，后面及时去开第6台，所以说整体对于求生这边密码机的干扰没有起到太多作用。是，而且我觉得监管者可以再看看双方的一个天赋又是怎么带的。是我感觉这2支队伍现在是在进行一种就是骑士的对决，暗较劲了，已经是。对对对。那这把其实调香它。好，那就冲着调香师这边来了。不过这一把的话，其实走位不太一样，而且
卡 Kelly 这边其实没有想直接找你调香那个意思，对，他整体这个方向就是往海边这边去。那能看到阿策的木偶师，就是他可能是想接木偶师，但他不想接这个调香师。对，但是看起来他这个木偶师也不想接。其实如果追木偶师的话呢，他是个单化纤维，牵制压力还是比较大，但直接冲到大船上来找嘛。对，想要去抓弓箭手。对，那凯莉他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这把你克制我单刀，那我就抓你这个不克制的。哎。而且你这个是后面能够，哎，这秒放围龙再晃，对，哇，感觉这边熟练度非常高啊，直接去射晕一个4A度，而且到另外一边2个笼子感觉都要废掉了呀。对，触发了2波的一个4A度，但第3个围龙这里没办法了。对，因为毕竟也是从小船大老远赶过来，所以的愿力比较多。是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内，连废了2个围龙还是很赚的。这里已经确定了磁铁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啊，但是有闪现的话，感觉是很难牵制了。这边看到你交出了自己的一个道具以后，马上闪现，因为你在这个半空中是有僵直的，对，交不出来飞轮，所以直接一个闪现击倒。而且把它挂到大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后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牵制说法了。是的，这卡黑利他是很稳的，对，他一个围龙拉不近距离，他用另外一个围龙去堵住你的一个退路。林次来的也比较早啊，因为这个位置想要救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压力啊，是个大空地。林次这一波的话也是可能会救的比较早。他应该还是会拖一拖。哎，第3段是摇到了。哇，而且还把这个围龙给拆掉了。是的，那这里的话，玻璃刀也扭掉了。哇，这波救援还是非常成功的，损失了最少的一个状态，完成了一个极限的卡办。对，而且基本上是一个等于无伤救。对。这里的话，2个人马上分开走。其实弓箭也不打算继续牵制了，就倒到那个海边里拖一些时间，因为外面第4台、第5台的一个进度还是比较快的。对，其实这一局的节奏跟上一局还是比较像的。那监管者的话，因为你处理了弓箭手，也没有人能过来去阻止你的一个挂人。对。那可能在密码机压好之前，他也就能够进入到一个3人的后期拉扯。那看一下这波，其实要救援的话，还有一个化显维是在木偶师身上。你还是要派木偶师过来的。对，已经在大船里面等着了。现在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木偶师压满，把这个化显维开出来，然后去扛刀，因为弓箭手他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其实看密码机的进度，扛一会儿是有机会能拖到压好的。对，只不过这张大地图的话，补密码机也是需要花些时间。看到那边大副也是在马不停蹄的在赶啊。对，那这边的话，看一下，主要是木偶师跟弓箭手他不是都在围笼里啊，所以说这波还是纯看磁铁他的一个个人牵制。被分割了，第2时间关过来还是击倒。哇，还是那台45的密码机，木偶师的一个遗产嘛，没有人能及时补上，那这样是会进入到一个减员，包括说卡 Kelly 他的一手传送是能够好的。而他们刚才是选择让大副跟调香师先把中场的一个遗产给破开。这样的话会留到木屋跟大船这边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对，那现在他们也是把节奏慢下来，因为贸然修的话，可能直接传过去有机会秒的，所以说还是先调整一下，让卡莫这边。不过我觉得卡克利应该也看到甲板上的一个，他通缉到了这边补状态的2个人，还想先去管一下小船的木偶师跟大副。卡克利的话，这边手上愿力也是非常充足啊。只要是脸上有人的话，其实他是有机会快速击倒。这边已经看到了阿策。是的，阿策这边因为刚补了状态，现在还是可以使用路易，可以变2次。没错。这边其实也在看外面的密码机抖动啊，那发现只有1台在修，赶紧传过来。对，不过卡莫这边现在是一个满道具啊。对，其实我觉得牵制上来讲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啊。调香师还是很难追的。甚至说这边光利用走位就已经废掉了这波围笼了。对，第2时间再放一个侧边的围笼，但是卡莫那个位置好安全，对，又废了，拆掉了。是的。感觉跛脚羊去处理调香的话，真的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加上这把其实大家都有带这个弧光返照啊。对。等现在再处理掉的话，其实密码机一定能压好，卡莫也能吃到这样的一个先走路蹭了一刀，然后再回香。这个笼子又废掉了。感觉是非常的熟练啊！牵制跛脚羊完全不慌张，很冷静，而且第2瓶香水也拖好了，提前放。打不打？这里也没有传送了，只能追他呀。是的，那这样的话就6道密码机压好了。是的。
而且另外一边的大副手上还摸了一瓶香水。现在直接往大门带就好了啊，因为传送的一个时间的话，其实也还是差一些。甚至可以选择直接点亮，这样传送好不了，而调王师还有一瓶香水可以操作。他其实对，就算倒位也要倒在最直接顶盾拆围龙，再骗刀木鸦。这个笼子，哇，卡梦这操作真有点秀，而且这里倒过来，你挂完人之后传送还是拖不好。对，主要还是传送时间好不了。是，再加上你前面已经使用过这边的一个椅子了，所以你挂人的一个时间也是比较久。对，我感觉求生的话是会完成一个平局啊。现在落地的话是有木偶的一个路易，对，加大副有表，两个人处理不掉呀。那最终的话也是成功的保下了一个平局啊。对，那也是。怎么说呢？台球手的话真的是很强势吧？对，我感觉上限也是非常高的。这张图本来就比较有利于他追击，再加上连击那么多，来稍微抓到求生这边的一些机会来讲的话呢，场一控起来基本上就是个4抓了。对，其实台球扛这个台球手的压力的。但是卡克利这边是选在了起点这个半场，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冲着信源就去了。对，感他是防止。好。这样肯定是直接奔着信源而来，卡梦这里也是直接在起点站台等好了。对，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包裹是选出来了一个香水。这把还是玩了一个调香师。哎，延续上一把的一个牵制是吧？但这个速度的话已经是叠的比较快了，有点把求生给限制在这样的一个短板。对他这里的话再出来利用惯性的一个加速和快踩，也是能够去。逼到身位的，对，不过好在卡莫手里是有一个忘忧之香啊！哇，这边直接博一些头铁，那放香水的话也是不想打，等第2波的时候再来打。哎，但是这里好像想要去管一下鬼屋吗？哦，虚晃一枪，对，稍微威慑一下。这边有一个倒车，但是卡莫这边没有上当。不过对于卡 K 来讲，他已经知道你现在是一个白板了，那飞轮进板，蓄力刀是提前按的，也没有办法取消。我觉得他这里可以考虑下板，然后要不要给一个板弹？这边闪现过来，但因为前面板下了，他也没有机会转点，所以这个闪现过来还是有机会拿刀。他这前期往这个鬼板区里面溜，就是打算不往外转点了。现在解锁了1阶以后啊，这个主球没有收到，可惜差一点点丢到。对，那第2时间这个加速的话也是不好拿刀的。不过这里卡莫这个翻板有点慢，没办法，因为前面那个板有主球封着，只能选择后面这块，但身位就给拉近了。他如果这里是快翻的话，还是有机会不倒的。那看一下。不过主要是你前期的话没有太过多的去干扰到密码器，所以说整体的进度还是比较多的。对，已经将近3台了，不过第2时间也是封锁到了鬼屋里面这一台。看到我们的佣兵已经赶过来了，因此一个护腕弹过来，要无伤救了。哇，这一波这卡 K 不能接受啊！我还是得打你一刀，因为没有道具的卡莫，但是卡莫趁你摊这刀的时候，我直接去补充道具了，看能摸出来一个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好牵制了，所以选择先把这个箱子摸一下。但是被主球抓走了，还能摸吗？那就倒到脚里去了。对，想了想，还是先去倒角落吧。哇，感觉台球手也是比较克制我们这种下来靠化险为夷摸香去出道具保36的一个信源打法。对，主要还是这个主球嘛。那看一下阿策已经是在起点站蹲好了，准备再来进行一个2次救援。这对于监控者来讲，他也不是很亏，因为他等于是打了一刀佣兵，而且信源也没有26。对，也是赶紧打一刀逼你救援。对。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说再去把这个箱子给打开嘛，对，那等于还是一个白板。等你强行打开以后，你也是个挂飞了，没有什么太多机会用出来。是的。好，这个主球直接推高，这没什么办法，已经是一个大空地了啊。那这样，现在这个节奏后期的话是有机会去争的呀。对，因为留了一整台密码机啊在外面，加上大家的状态会比较差。现在气象是在补自己的一个状，不过他补了一个怀表啊，这个其实在牵制上还是非常有用的。但其实这边起点站这个3台密码机还是比较危险的。有2台是比较靠近的，然后有1台机在远端的一个噬龙，求生者是必须要去修那台噬龙的。
对，要两边去打一下拉扯，因为这两台离得太近了，就相当于是一台的一个程度。对于台球手来讲，我两台顺手都能封到。对他现在先把这两台密码机给管住，然后直接往远端去追出去就好。那这边其实看到脚印了是阿策，但阿策手里是有个怀表的。要直接闪开。赶紧抢一下节奏。另外一边的话也是两个人一起去破译了，进度还是非常快的。但阿瑟这边是没有带火光反照，直接人球同出，但是阿瑟躲掉了。对，但是他不敢回，因为这个主球一直在这个板子的位置来回，他还是躲掉了，翻了过来。没办法了，主要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路径上啊。感觉卡瑞利这个台球手的熟练度也是非常高啊。对。不过这里处理气象的话，远端那台密码机他就有点管不到了。没有办法干扰，是一定能稳定压好的。但是对于他来讲，可以抓一个气象天赋的针对，以及说这两边的话，其实距离比较远嘛。他这把是可以争3抓。对。因为气象的话，它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所以这里要打一个真锐刀，打到了，那没机会用自己的一个道具。如果这里还想救的话，也不好打，而且这可以先摊一下佣兵。对，让佣兵不是一个满状态啊。对，只要先打残佣兵的话，你这个人就救不了了。还是打到了一个换状态刀。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稳定把气象给挂上。对，而且他现在手上还有5个气球点，对，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赶过来把这个佣兵给处理掉。那我觉得04这边就别走了，就在这个半场，然后卡着让磁铁那边一个人走啊，因为两个人都想走门，有点不太现实。卖自己走一个。对，我觉得这边是已经看到他的位置。对，看到了。对。然后这个状态也不好救。这边倒是有一个地窖手里有2个护腕，门的话是能点开，但还是要看一下气象的一个淘汰进度。对他这里其实想要去走地窖了。对。给了一个旧投影，不吃主球。哎呦，他护腕的一瞬间被收到了，还是被抓到了。对，可惜，非常可惜。这样的话，卡克利也是非常果断的，直接拿到了一波3抓。这后期的一个决策打得比较好，就抓。是的。喧嚣确实是比较怕 OB 的一个位置嘛。感觉你怎么这么开心啊？感觉就看到这个阵容已经是想好自己的一个应对之策了，李友全都不是能追的人。就我感觉也是想不到，你说你一个大前锋子，你说你在这个起点这干啥呢？对呀，然后左边一看，那你把医生放桥上总行吧？哎，桥上还是个飞行家。桥上是个飞行家。但我觉得他其实这把去抓飞行家，去推一个化险为夷也可以。好，果然是往这边飞行家脸上靠一靠。但我们的飞行家也是一路往终点来冲。对，终点密码器反正也被锁了，队友也不会在那儿啊。那这样的话，一个双周惊喜上到了第2个，甚至直接把道具给逼出来了。这个双周惊喜压力虽然隔着这么远啊，但是他们都总觉得年锦这边的一个准确度是非常高的。对，压力太大了。第1段上到了球，第2段逼到了道具。那站台上来讲，飞行家还是很好牵制的。对，那下一波双周惊喜也好了。这边想要掉头直接来追酿。因为酿现在位置是有点差，然后被红糖打断了这样的一个隐喻。哇，好细节！对，还是用红糖去锁住，直接打到半状态。这是什么熟练度啊！哇，感觉逼到这个角落了，对于球上来讲已经很难切。这里你就算换个位，但是你也拉不开太多身位啊，而且脸上的板子被踩掉了，第2时间想去吸出一个输液也比较难。对，这边的话纯纯的大空地6轨。前置哇翻过来了，但是只差1个加标记。是的，主要也是他没有带弹射这样的一些天赋啊。是的，哦呦，直接双重惊喜拿下。对，1分20秒的一个击倒，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是的。哇，感觉年锦这个喧嚣，这个压力也太大了，给到求生者的一个压力。他的喧嚣跟好像没调整过一样。对。以及说他双重惊喜的命中率真的是太高了。他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太深了。他从远处利用一个自己的这样焰火舞台去打断你的技能，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事情。再拿一下飞行家的刀，想弹双倒吗？不过飞行家的话身上这个标记比较少。对，顺手先击倒这个小说家，但是想了一下还是不摊飞行家了。对。那接下来他2阶之后，可能你这个救人压力会变得更大呀。
而且再加上你们这个阵容其实修的是整体比较慢的，像前锋这个点前期还是最好能够发挥一下本儿的一个效果的。加上他的一个技能一直没有教过，其实对于前锋的一个 OB 其实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对，你像你一个阵容有小说家有前锋，万一对面带了个兴先来奋，撞救了。先来测一下你到底是带的啥。就算你是兴奋，我这波也不亏。对，其实他没有敢第一时间救啊，也是稍微等了一下。那这晕的也太久了，好在我是有空中飞人啊。那看一下酿能不能把他的一个隐喻给，哎呀，就差一点点。毕竟我们喧嚣的话，他也是有，这个空中飞人可以赶路的，对，主要怕你这样拉开距离。都没有吸出来，还差一点点。如果没有人来保的话，那就很难交出来了。对。那他们的选择还是优先去抢一下密码机。那可能抢开之后呢，前锋跟飞一家是可以进行一波调整。通缉到了这个医生，哇，直接移过来。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这一手通缉直接逮到啊！那另外一边两个人才刚在终点被，我的飞轮消了一波，但是还有第二个双惊喜，还好躲掉了。对，在空中飞飞过来的医生这个位置还是很差，不敢翻板。哦，但是躲掉了。那这样的话，是的，一波极限的刀气又拿到了。对，要等一下下一个双重惊喜了。这里可能要考虑直接交自己的一个阵技啊。对。把自己的副手失误全部扎好了，因为你的空中双重惊喜是在冷却的。对他这里直接交了2个小药瓶。对，要一定你不管怎么样，先保证自己回上一次状态。是的，但前面更危险了，只差一段，这个球精准击倒。是的，不过对于球上来讲，医生这波冲的也比较关键了，密码机是已经将近压好的一个状态，但脸上这边是有一台大遗产78。没错，而且前锋他现在没有化血没移了，只能再度选择一个撞救。对。那医生出去的话，你不敢去摊前锋，因为一旦摊前锋，医生就是个板状态。是的，只能先追医生。那这个时候队友就可以补密码机了。对，要赶紧去抢一下。哇，熟练度太高了，这个医生瞬间被融化。那现在MonoP可以赶紧修机，现在密码机已经抢到了88。等挂上应该是90多一点。但问题在于医生他也没有回光返照，想要直接管前锋了。99去亮，反正医生没有回光返照。前锋这里想的就比较多了，我首先要亮这个密码机，其次呢，医生这边你还得拖他的自愈。是的，手里还有也是保证先走过来，大胆翻，那这样是直接给到一个恐惧震慑呀。对呀，另外一边的塔口应该也是不选择来管这边的队友了，反正我先走一个，保证我第3把。是的，你3抓可以，但是肯定是不能给你4抓就带走了。哇，不得不说。Arxi 的一个求生者还是非常纪律有，这个训练有素的。对对对。就这样打的话，起码保证我能够先进入到第3局。对。然后好的，因为这个角色也有可能有时候会急一点点嘛，他稍微空几个技能，那求生这边基本上节奏就非常好了。他把这个大房给放出来。这样可能从外围往大房进行一个转点会比较舒服。是的。那其他人的话，如果说真的追火灾，那好，也是直接往沙包的一个外围来靠，想要去封堵这个火灾调查员。阿豆的话也是直接从小门的方向拉走了，那他现在就要赶紧转变思路，不要强行想要去转大房，而且这里判断错了，他觉得阿豆在这个沙包里面躲，没想到他直接不走寻常路，往你的出生点走了。因为无论去大房还是小木屋，反正2个对角线都是可以进行牵制的，也不会干扰到队友啊。开局稍微有一点逛街。来中场，我觉得这守门也不太现实啊。对，可能还是找一找外围的人。主要守门人的话，他这一下铲你就不太好处理了。对，那再来大门这边找一下气象，我觉得这一波，有点找不到人，这样提前拉点到了大门里面。哎，现在看到了。看到了，是的。感觉 Arxi 他们这个防备心还是非常的充足，对，完全不给你一些身位跟机会。那其实整体的直接交头慢。这边的话，一个小卡到了一个小拐角，而且你过来了，我还离你远了。这边只能去先开个门拉近身位，但我手里的层云已经画好。交层云直接冲出来，第2线再开门给藤蔓，这个板子是没有的，又一个小走位扭掉了。那现在哇，只吃了1刀。MonoP他这个走位真的很灵性啊。对，手里的道具也好了，但是后面要小心一下这样的一个闪现啊，尽量不要给到身位，然后找一些时间去交。这个最是没有炸到。是的，直接交了一个加速，然后闪现一击。
看你这个道具交不出来的时候，赶紧看外面的一个密码机，其实进度已经是3台了。没错。他这一波的一个闪现刀还是比较难躲的，但对于求者来讲，前期已经拖了非常充足的时间。对，密码机的进度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说气象有个30的小遗产在外面。看一下这一把的一个手椅吧，主要只有一个化险为在外面了。他这里直接拦到了很远，但是感觉球生也没想卡这个半呀，而闪现一逼也没人有过来的意思。而他是绕着地图的边缘，非常极限的一个位置在往这边靠。对，他感觉年纪好像能把他排出来啊。但主要他也要小心，他知道中场有个人，对吧？又害怕中场这个人。哎，他好像知道这个2名的方向了。哦，那这样的话，守门人被拦得好远啊！这里直接打出来的话，这个人是不好救的。主要淘汰进度其实也……等下一个藤蔓给过去，咬住的话就是1炸加1刀。是的，我觉得让他不出刀，一个人来救吗？一个吸地，中场的人真不来吗？这个人要有点救不下来了，你只要敢出图，我立马一个。我就炸了呀！对。一个吸哦，但还是扯得太快了，自己没有双刀，我的天哪！哇，这一波这个救人就太秀了。对，他那个第2波的一个藤蔓是没有来得及生成，就已经把人扯下来了。对你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出刀啊，所以说2个人又散开了。主要他这里第2波的一个下铲也是很关键。对。他马上意识到了，如果说自己那时候不下铲的话，连椅子这边都不太好贴近。那这样的话，这个平面就很大了，因为这波手椅没有守下来，密码机2台机都很多了。其实求生者也是用一种最稳的打法去面对年锦的一个监管，而且大家的状态也比较好。现在无论是去追谁，都会被牵制一会儿。是因为现在的话是，不管怎么拉扯，我这个密码机进度我还可以去多修嘛。对。本来现在就已经是修6台的一个状态，他得先在这台密码机边上去控残求者的一个状态。哎，炸到一下守门人，把残友逼出来。那其实对于塔卡口来讲，要赶紧带走了，因为小木这台是他们想要去修的。对，不过也无所谓，外围还有1台多的一个密码机。对，那放出去的话，守门人就可以修一开始。先保证好自己的一个人身安全吧，直接风向密码机交传送，还是要针对这个守门人，守门人已经没有道具了。对，哇，感觉塔克这一局一直在抗压。对，从救人开始，这个就一直在被追啊。而且这里直接被挂过来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让火柴直接去进行一个救援了。那这样的话，让求生最后贴门的可能是古董啊，但古董上本身离门有一定距离，加上他点门还比较慢。对，不过他们得早一点救人，这样的话让监管者是拖不好自己的一个传送。对，看一下阿斗能不能给守门人这边一些辅助啊，因为他手里还是有一个气囊在的。不过大家都有回光返照，所以不是很慌。对，还是这边想去炸倒。直接亮了，不让你去拖传送。你这里的话，应该是先针对去留1个了。对，因为现在击倒的话，小门已经点上嘛，手里没有技能，把人挂了再往那边赶的话，应该就点开了。那震慑刀是打到，但是奈何他这个传送是拖不好的。对，求生者第一时间救人，然后点门，这里距离小门那个距离还是太远了。那火灾已经赶到了，只要接手古董商那个门就可以。没错。这里的话门已经要开了，那这把保平的话，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那就要看 Axis 的监管能不能完成3抓了。是的。对，节奏了。如果前期击倒的节奏不快的话，中后期可能也是只能去进行一个保平。这个阵容一定要追得快一点啊，毕竟有囚徒在外面，他的一个在中场前锋在大门啊。对，因为感觉不太会让这样的一些位置放在危险的地方，但求生这波选点还是赌对了。对，选点上感觉。哇，是直接开始自己的一个隐跃，看大门的前锋，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抓了，不然的话，它本身就比较好限制，然后外面还修得很快，是来到中场找一下阿瑟的囚徒。对的。这里的话也是一路赶过来，但是第一时间是没有找到人。对，我觉得还是要直接追击囚徒会比较好一点。但能看到他整体的一个天赋的话是没带封窗，是个底牌挽留的天赋。第二时间的话得先把木这个板给清理掉。对。那囚徒这里肯定是转4个院，然后等下配合队友进入大房。哇，这里直接让前锋帮忙来拍板了吗？对。
这样让自己拉开的一个身位是更远一些的。那看囚徒的视角，这个左上角是全部在进入 CD 了。哦，这里的话身位已经贴近了，但是一个电把影月给电断了，而且后面还能够进入到一个单窗区。这个位置的话，你歌剧需要回速跟留残影才能去追击的。对，而且他也不会在同一个点位给到你这样一些机会啊，直接往远处去拉了。他直接不等了。对，那这样空地能拿到一刀，那后面闪现是好了的，其实有一个闪现身距，也没有什么太多躲闪现的一个。而且前面这个板区的话，你转不了点的，在这里要被架住，直接交闪。对。啊，因为前面他也是不能再等了。对他要。既然已经拿歌剧了，我没什么别的节奏点，我只能前面追得越快越好。是的啊，这把他是要争3抓的，也是要拉队员直接派过来救人啊，因为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比较适合依旧。后面让他就躲起来就比较好。但我在想，如果说拉队员来带幻影为救人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打一个激励的配合了。那除非他是有一个无伤救的话，会比较好一点。那现在有一个减速，你还是一定会吃到一刀的。对。应该是直接选择去稳救，然后回去，然后拉走。对对对，他给囚徒打的话，容易自己这边有一个双倒啊。囚徒这里的话，他也很难进行个2-6啊。不过刚刚利用到了一波加速啊，还是有一些用处的，不然的话这个窗可能翻不过去。现在自己的强电流也好了，还能再进一波板区，你别说有点机会。但是他是想连蹲下连电了，等会儿咱还没倒呢。倒了也连不了了。这一波应该是，但是想摁电摁错了，可能是啊，有可能。对，因为当时如果交电的话，这个板是可以进去的。他有机会在这边打一波板砸，再进行一个2-6的。对，不过也好。但这里没有拦到前锋哦，前锋都已经过去了。到你的面前要无伤救了。对，而且前锋就有机会拖时间了。前锋有满球。囚徒手上还有一个强电流，能进行3-6。对，不过这一波的话没太有机会电断这个影。前锋直接撞了一下，这个前锋去反一个 CD 再撞，还能砸吗？我的天，这什么配合？不还要再撞吗？还好前锋这边是主要是阿瑟都已经要拉到中场去了，人都不见了。这波前锋跟拉的配合在监管视角你是根本想不到的。对，想着正常来讲你要 CD 了，你没办法那么快补上啊。连拉2波球直接撞在板下，这个再打一把。不过他拿到了前锋，要拉撞又来了。卡基里现在是谁在比赛台上？哇，这卡梦这个前锋实在是太凶了。是的，不过卡 K 现在一定要锁住这个囚徒的一个位置啊。是啊，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换挂的话，那求生就有更多的一个发挥空间。现在密码机其实差的还是蛮多的，他只要稳扎稳打是有机会先减员的。躲掉了一波撞，而且前锋其实球不是特别多了，但是现在还有机会。对，这边囚徒都还翻的好快呀！这边博弈的也是很到位啊，前锋没有撞到，打倒了前锋，也算是扛了一波刀吧。这样囚徒可以再利用一个窗台，而且外面已经队友又过来了。对，医生在脸上的话是可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治疗的。那这样囚徒后面消失就可以了呀，对吧？对，2个人已经唱起了歌。那对于卡克利现在讲，不能守这个人。你们既然要去给我打后期，我要直接逼出来找这个半状态破译的人。但是拉队员已经跑到108000里了，到小木屋了。这边一连电逼你一个踩电，那边大房已经在起密码机了。那现在再回来看一下，人已经救下来，不过这波是没有化解完，而且卡梦前面的一个球交的是比较多，他应该是知道他没什么道具了。再加上医生他的扛刀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扛的。对。2个人一起休息，密码机非常快。管医生，我觉得管医生不行吧？医生还能吃2刀。又在修机，还得管拉队员。那拉队员一走，囚徒又在修机。对，囚徒我不连这台了，我随便连别的，然后我的破译速度也很快啊。哇，感觉监管者这把的话，真的是有点被压制住了。对，被中间的一波配合给打崩了。这个拉队员这边直接再交一个花球，有2段球。哎呦，打不到啊！这都已经牵制到角落。反正我也没有回光返照，不活了。对，但是可惜密码机还是差一点点啊，有一个守的机会。感觉队友可以选择直接点亮，然后让前锋来卡保走2个。对，因为他们这把是保平就可以的，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给救下来保活。前锋这过来，难道想撞救吗？稳定吃刀救一下也可以。还是过来吃刀救了，对。但是反正有人贴门了。卡格利的话得打一个针对呀，打到前锋直接亮密码机，那这个时候得管前锋，不能让前锋活。但是前锋这边的话可能要交闪，没有闪
哦，还是打倒了，虽然他没有闪出去，但是这一刀还是打到了前锋，不然的话这一局游戏将没有机会。但现在拉队员点脸上的门，他也只能去管拉队员。对，因为另外一边的门已经开了，囚徒跟医生是一定能走的。太惊险了。对。 这样的话，脸上的门50，我觉得要管。对啊，林4想着不管了，能点开就点开，点不开你就来追我。对，另外一端的门已经开了，囚徒那边也可以赶到大门。是的，哎呦，还在晃。2个人在这个板间来了一个非常多的博弈，每个人都在秀啊。是的，那撑不住的话，另外2个人走掉。 就可以，因为毕竟 C 了，前锋最后把你的技能给逼出来了。哇，这一局我说实话从来没有想过前锋对于歌剧的压制力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对，太秀了！整个后期的一个节奏都靠他的这几波补撞跟陪跑，把中间那个密码器拖够了。对，也是让我们恭喜GR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一开始那一波，首先前锋第一个球是撞到了，那 A 组的话目前是北千 WBG 第1啊 ，RC 第2 ，TE 第3 ，AR 第4以及 DFM 是第5。B 组的话也是 GR 在第3 ，Axis GR 是第1啊，他胜场是3 ，Axis 是第2 ，Xim 是第3，成都 GG 是第4以及成都狼队是第5。C 组的话是 FL 第1，楚雀第2 ，ACT 第3 ，Omni 第4以及 PRR 第5。D 组的话是 MRC 第1，Zeta 第2 ，B4U 第3 ，LX 是第4以及 RT 的话是第5。没错，因为 T 速跟 AR 都战胜过 DFM， 同上场的 DFM 排名靠后 ，DFM 第5，然后 T 和 AR 是没有对战记录，所以按照净胜进行一个排名。这是我们 A 组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嘛？对。那我们后面的话呢，也是要看一下明日的一个赛程。明天的也是4场比赛，第一场呢是番卢对阵朱雀，第2场呢是 B4U 对阵 X， 第3场呢是 AR 对阵 T 速，第4场呢是成都狼队对阵 X Team。